认为巨龙钢铁厂没救了，你要是敢拿给我的彩礼钱去接盘那个破工程，咱俩的事可就完了。爸妈留下的抚恤金还剩200万，只要盘活工厂，我们结婚以后日子肯定更好过。我劝你趁早死了那条心。你爸妈的抚恤金是留给我弟弟结婚买房的彩礼，你凭什么拿去救那破厂子？爸妈他们没得走，我从小就是马叔叔他们带大的，没有他们我活不到今天。巨龙钢铁厂我必须救。要救那群老东西也行，先拿出100万给我弟弟结婚买房。给你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不可能。不给，那咱俩的婚事就黄了。黄就黄，巨龙钢铁厂我必须救。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重活一世，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与良人先成家，与贵人先立业。苏晴绝不是我的良人。马叔，你和上面说说吧，我愿意出200万接手钢厂。这是你和小晴商量的结果？算是吧，我明天带钱过去。先别急，你真要接手钢厂，我再去和上面要点政策。盛伟，好消息，巨龙钢铁的字号保住了。上面一听是子弟接手，厂方折价处理给咱们，地皮无偿赠送，那200万的转让资金也可以缓交。真的？这能行吗？放心，上面知道咱厂情况，不会逼得太紧。走，明天咱俩先把法人变更办了。爸妈，我没能救得了你们，但至少要拯救你们曾热爱的钢厂。马叔，从今天起咱们勒紧裤腰过日子，我来当董事长，你还做厂长。巨龙钢铁不能死在咱们爷俩手上。小陆，从今往后，我和巨龙钢铁厂几百号老伙计就跟着你干了。这么多人敢开工，要吃饭啊！不光厂里几百号老伙计，还有他们背后的家人，真接手了巨龙钢铁厂，才知道任重道远啊！发现宿主名下拥有钢铁厂，大国重工系统已激活。什么玩意儿？系统？都22年了，你怎么才来？你知道我这些年过得多苦吗？初次激活系统，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宿主可使用资金在系统商城兑换各类工业产品、图纸、制造装备。我的个乖乖，都是好东西啊！可惜最便宜的也要10亿，把我卖了都买不起啊！算了，先帮我把大礼包打开吧。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钢索制造工艺图。啥玩意儿？超级钢索？密度高，延展性极强，这能干什么？当卡车吸引钢绳？马叔，明天你先考察一批新设备，咱厂不能一直停工下去，得让大家动起来。你想好做什么了？我手上恰好有份超级钢索的工艺图，先从这个开始吧。咱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合作伙伴，价格可以比同类产品再便宜点。行，我来联系。怎么会这样？系统给了超级钢索，好不容易试产成功，却无人问津。让所有销售都出去找销路，谁要能谈成一笔业务，给谁10%的销售提成。董事长，找到了，找到一个买家。多少？10万一根。10万龙虾币一根？不是龙虾币，是美金，英镑美金。我没做梦吧？别说10万美金，就是10万龙虾币，卖20根就能回本。不但能发工资，整个厂子都能盘活。马叔，你确定对方不是骗子？应该不是吧？对方采购文件都发过来了，全英文的，我看不懂。外国公司，单根10万美金，这单子咱们接了，不过务必让他们先付1半定金。这以前国营生产都是先干活后结账，从没听说过要先付定金的。我试试看吧，万一对方不同意怎么办？放心，国外订单付定金是惯例，对方应该会答应的。我已经让人去联系，你先看看这份采购订单。洛克东德装备制造福州公司。马叔，这公司你听说过吗？洛克东德牛丁公司我倒是听说过，帮鹰将造战斗机的不会是他吧？别开玩笑了，马叔，蓝星顶尖的武器制造公司会向我们一家民营小钢索采购钢索？先和对方联系看看，万一成了呢？小陆，我按你的吩咐找了个翻译去联系，不过也别抱太大希望。什么？成了？对方答应先付1半当定金。好，我知道了。马叔，你说的是真的吗？对方答应先付1半定金了？对，对方开口就要200根钢索，而且答应先付1半贷款当定金。200根钢索，也就
就是2000万美金，扣除税费和成本，至少能赚1300万美金。马叔，咱厂有救了！是啊，咱们厂终于能活下去了。不过翻译说，对方还有一个条件，只要不是出卖国家利益，别说1个，就是100个也答应他。对方要求我们撤下招商广告，关闭公司网站，并且禁止再跟其他音响公司交易。洛克东德200根钢索，我明白了，对方是想用我的钢索。小洛，对方这条件有点苛刻啊。没事，答应他们，不过要在马上内付定金。我这就去联系。兄弟们，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咱们钢厂的情况大家也知道，但这次破天的富贵我们接住了，外国公司的1000刀美金的定金已经到账了。呵，吃肉吃肉！威廉先生，龙夏国生产的钢索，不论是强度还是延展性，都完全超出了我们自行生产的航母左蓝索，而且采购价格极其低廉。让我猜猜价格，80万美金一根。不，先生，单根10万美金。10万美金一根，太疯狂了。是的，英明的威廉先生，所以我们给国防部的价格可以更优惠。该死的土拨鼠，收起你那愚蠢的想法。左蓝索的单价绝不能低于100万美金，10万买入，100万卖出，近10倍的利润，国防部不会发现吧？放心，国防部那帮大头兵绝不会想到我们是从龙夏国采购的。不过这种钢索质量太好，国防部的需求不会太多。这件事现在列为公司最高机密，负责联络的那个职员必须消失。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马叔，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我们生产的钢索质量出了问题？我也纳闷啊，对方拒收邮件，我们派去音枪的联络员也没能找到他们公司的驻地，对方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行，说不定是钢索的质量把控出了问题。我早说过质量第一，重新制造一批，我亲自把控。董事长，新的一批钢索质量远超之前，可洛克东德公司还是联系不上，如同人间蒸发。那200根最优质的超级钢索只能放在仓库里吃灰。董事长，马叔，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咱们要多条腿走路。董事长，我都听您的。以前是上面派任务，现在得自己找饭吃。依我看，想要打开局面，咱们不能指望国外订单，扩大内需，全面贴近居民生活也是一条出路。全面贴近居民生活，您的意思是从造水管开始，无缝钢管？对，就是无缝钢管。可这东西市面上已经很多了，是一片红海啊！不怕，咱们以质量取胜，一定要确保质量。董事长，咱们花这么大代价，万一钢管没销路怎么办呢？马叔，我们不能局限于国内，国外市场也可以考虑嘛，比如鹰将国。可是鹰将国为了保证自来水甜度，水管都是铅制的，咱们的无缝钢管根本没人要啊！鹰将国不要，咱们就考虑沙漠那边和毛熊的市场，咱们把价格压低，走优质价廉的路子，肯定能有销路。行，我再去联系联系。董事长，咱们的无缝管质量这么好，可销路还是很惨淡，账上资金眼看要见底。不行，咱不能这么闲着，工厂才有发展，比如无人机。董事长，厂长，接到单子了，接到单子了！别急，慢点说。是大订单，是沙漠地区来的订单，对方要5000根无缝管，不过对方要求有点怪，说无缝管还必须耐高温、抗腐蚀。耐高温腐蚀，如果是给温泉供水用，倒也说得通。告诉他们，先付1/3定金。据本台消息，近日在沙漠地区出现一种新型游击神器——单兵卡桑火箭弹，其威力巨大，给当地驻军造成了严重困扰。还是年轻人脑子灵活呀！咱们的无缝钢管一根卖100美金，也能引销海外。这不，沙漠的公司又追加采购了5000根。但还是要多条腿走路。我说的无人机项目，马叔你好好考察考察。已经派人去了。现在市面上的无人机质量参差不齐，肯定有搞头。但咱们是钢厂出身，没什么技术积累，要从头来啊。技术方面，马叔你不用担心。只管考虑市场需求，有系统支持，只要钱管够，什么技术弄不来？行，我明天就带人去做市场调研。哦，对了，沙漠公司那边还想定制一批储气钢瓶。储气钢瓶？沙漠地区似乎不缺天然气吧？我也搞不懂，但他们开价挺高，单个钢瓶600美金。这不就是煤气罐吗？一个煤气罐卖600美金，老大户果然懂技术。他们要多少？第一批要8000个，480万美金，咱们一个季度的生产目标啊！可以，不过还是要先付定金。昨天您不在，对方已经把定金打过来了。懂事，告诉全场工友，倒牌工期，加班费翻倍。好嘞，我这就去。跟着陆董干就是好，这个月的工资又得翻倍了。听说这次生产的可是给沙漠那边用的煤气罐，一个卖600美金。我的个亲娘的，600美金，那可是4200多龙虾币，狗大户真是毫无人性。别他妈废话了，赶紧加班加点，把这破天的富贵接住，加油！为了龙虾币。
可以死！谁能告诉我，他们从哪弄来这么多高质量的火箭弹？还有这弹体上印的 GP-T3091-93是什么意思？报告指挥官，查到了 GP-T3091-93是龙夏国。我就知道龙夏会插手，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控诉龙夏挑拨战争，还有这枚火箭弹的生产企业一并制裁。可是指挥官 ，GP-T3091-93是龙夏民用低压流体输送。说人话！报告指挥官，这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是龙夏国民用钢管的制造标准。什么玩意儿？民用钢管的制造标准？这怎么可能？龙夏国的民用企业怎么可能生产出如此强度的火箭弹材料？以后说话前动动你那该死的土拨鼠脑袋！董事长，出事了！啥玩意儿？鹰将要制裁咱厂，把咱列为国际战争赞助商？好大的帽子！可我他妈就造了点钢索和钢管，顶多生产了点煤气罐，谁他妈告诉我现在生产煤气罐也犯法吗？马叔，咱们仓库还剩下多少钢瓶没发出去？库存还有4000个，生产线上还有2000多个。鹰将的长臂管辖威力十足，外界货船恐怕不敢再接我们的运单了。明天务必把所有库存都发出去，生产先暂停。我现在就去安排。什么要紧的事儿，非要大半夜打电话？局长，京城外交部发来协查函，咱们市的巨龙钢铁厂被鹰将国防部制裁了。什么？巨龙钢铁厂？那不是老马之前当厂长的单位吗？被鹰将国防部制裁？开什么玩笑！外交部的协调函，我当了20多年局长，还是第一次见。巨龙钢铁厂改制后，先是卖钢索给鹰将公司，后来又转运钢管和钢瓶远销海外，这发展思路也没问题呀。购买方有问题吗？一家鹰将公司查不到详细资料，另一家沙漠公司倒是能查到，不过他们也被鹰将制裁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明天一早带人去查查巨龙钢铁。相信大家知道情况了，国际海运公司不再向我们提供货运服务，仓库还有1000个钢瓶没发出去。怪我，就能早一步联系海运公司，剩下的1000个钢瓶肯定能发出去。马叔，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鹰将国防部，妈的，欺负咱们龙夏民营企业。年初鹰将国公司单方面解约，现在又冒出个国防部制裁，巨龙钢铁跟你们有仇吗？我还就不信这个邪。做买卖讲究诚信，剩下的1000个钢瓶用国际铁路运出去。铁路运量小，成本高，关键是火车皮很难批下来呀。难批就是赔钱要批下来，绝不能失了诚信。董事长，不好了，工商稽查的人来了。董事长别担心，我和工商的周局很熟，我来应付。我陪你一起去，毕竟我是钢厂法人。周局长，说实话，我们也是从新闻上才知道自己被制裁了。例行公事，陆董事长不要紧张，你们钢铁厂的情况我了解，这么大个摊子，靠你和老马撑着很不容易。马叔和我说过你，当初改制多谢领导支持，没有您的支持，就没有我们厂子的今天。严重了，还是你们领导的好。关于鹰将国防部制裁你们的事儿，有什么想说的？咱们厂子的情况您也了解，就是造了点钢管和煤气罐，供应沙漠地区，会不会和这有关系？对了，还有点钢索，您要不要看看？是啊，周局长，昨天我们才被鹰将国制裁，今天国际海运公司就不跟我们合作了，库房还有1000多煤气罐没发出去。您是不是想办法让我们把剩下的货物发出去？咱做生意总不能失信于人吧？哼，老马，我们是来调查你的，你倒好，还给我们提上要求了。巨龙钢厂一年可没少给咱们秦川地税交钱，这1000多煤气瓶要是运不出去，今年我们上缴的税费可要少200多万。200万龙夏币？是200万美金。什么？美金？行，你们要走陆路运输，无非就是些火车皮，我帮你们联系。感谢政府纾困，我们巨龙钢厂211名员工绝不辜负政府的信任。就你们厂子的体量，怎么可能赞助国际战争？肯定是鹰将国防部那伙糊涂蛋搞错了。就是嘛，鹰将可是有拿洗衣粉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例，我们生产几个煤气瓶可没招惹他们。调查记录做好了吗？给陆董事长和马厂长看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行了，就这样吧。火车皮的事儿
还要周局长多多费心啊。包在我身上，1000个煤气罐也占不了多少火车皮。董事长，你看，火车皮不就解决了吗？枪还是老的辣，我马叔厉害。继续走金刚战略的大方肯定没问题，但我之前也说过，要多条腿走路。董事长和我商量过了，我们要逐步淘汰傻大黑粗的产能，向高精尖发展。群川工业园刚好有一家无人机研发企业要出售，我们合计着全资把它买过来。身为重生者，我知道无人机就是未来高端制造代名词。后世的小江无人机甚至能左右小国战争，这步棋必须走。董事长说怎么办都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赵铁牛也绝不皱眉。我们都听董事长的。我最初的想法只是接手钢厂，把大家安顿好。但既然老天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一定要抓住，带着大家吃香的喝辣的。6000万收购秦川雄鹰无人机公司，现在表决。这份报告先搁置吧。搁置？我们已经弄清巨龙钢铁被鹰将制裁的真正原因了。他们生产的钢管成了卡桑火箭弹的底材，煤气罐被改造成了煤两栖炮。我知道，工商管理总局那边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在鹰将背后搞小动作，反而要限制秦川钢铁的产能。你怎么回复的？我告诉他们，我们首艘辽河号航空母舰即将出船坞，目前急需鹰将的阻拦索技术，有些事儿需要妥协。唉，咱们龙夏国好不容易整出航天母舰来，居然被一个小小的阻拦索给卡住了脖子。老马，你不是说就1000来个钢瓶吗？怎么报上来有3000多个需要运输？哎呀，周局，1000余个嘛，我们在仓库又找了找，还余了1000多个，总不能放在库房烂掉吧？你个老小子，真不老实。算了，上面调查清楚，给回复了，我转给你们看看。八叔，你说上头这是什么意思？明确我们不属于国际战争赞助商，可以正常贸易，但同时又限制我们钢管和钢瓶的外销，让咱们减产。我也搞不明白。不过周局长已经答应了咱们的运输需求，第一批1500个钢瓶昨天发走了，第二批1600个，我想等2天一并发车。这是好事。不对啊，马叔，咱们不是就剩1000多个煤气罐吗？怎么突然多出来2000个？前几天周局长一答应给火车皮，我想让他们加班生产了。咱说的是1000多嘛，多几百是多，多2000也是多嘛。还是马叔你点子多。以前踏踏实实干业务，厂子差点被我们这群老家伙干倒闭。现在思想解放了，只要能弄来钱，又不违法，偶尔瞎搞一次怎么了？雄鹰无人机公司的研发团队过2天要搬过来，马叔，你先腾个地方出来，东边那片厂房还闲置着，可以先用。没问题，不过以后要真全力搞无人机，必须重建一座研发大楼。你看着规划，我来负责无人机研发。花6000万收购无人机公司，陆董事长挺有想法。不过总局的文件你也看到了，下个月开始限制无缝钢管和钢瓶的生产，每月出口海外的不能超过200个。周局，一个月才200个，要这么搞，还不如把我们厂子解散，让所有工友都下岗呢。你这是什么话？上头能让你们吃亏吗？市里商量过了，还是要帮扶你们。我已经和市自来水厂打过招呼了，以后他们的水管需求全从你们这儿走。真的？那可太谢谢周局了啊！还有，你们厂既然收购了无人机研发企业，也算是高新技术单位了，税收方面可以减免，我还可以帮你们申请高新技术补贴，钱不多，但也有500万。还是周局关心我们厂子。不过我们陆董说了，咱们秦川和国家都不容易，纳税光荣，税费减免就算了，高新技术补贴我们可以拿。陆董事长没到30吧？这思想觉悟可太高了。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先忙。周局，其实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尽管开口。就是我们厂子库房里闲置的那批钢索，您陆子广能不能帮我们想想销路？钢索？哦，小陆董事长好像提过。我听说这批钢索原本是出口鹰将的，但对面单方面解约了，剩下200条钢索一直闲置着。对，
就是这事儿。你们这批钢索外销怎么算的？也不太贵，单条10万。10万龙虾币一条，可不便宜呢。不是龙虾币，是10万美金。美金？70万龙虾币一条？你们的钢索是金子做的，怎么这么贵？当初鹰酱公司就是按这个价格采购的，价格太高了，我想想办法吧。感谢周局，要是谈成，至少给您10%的利润。别，公事公办，你多交点税就行。那行，要是能成功处理这批钢索，我们给市里捐一所养老院，再给咱们局里送100面锦旗。你可拉倒吧，100面锦旗，我这办公室这么小，哪挂得下？哎，有求于人，只要对方开价不是太离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航母阻拦索技术属于蓝星顶尖科技，我想贵国应该知道。我知道贵公司的阻拦索技术确实全球领先，鹰将海军的阻拦索都是从贵公司采购的。据我们所知，鹰将从贵公司采购阻拦索的价格是这个数。不，考虑到阻拦索的运输成本，我觉得这个价码才合适。2根手指，单根阻拦索200万美金，折合龙虾币1400万，一艘航母至少要8根，那就是1个多亿。这价格很优惠是吗？不过我们还有其他条件，贵国必须放开鹰将的投资限制，还要降低关税。这不可能，绝不可能！王八蛋，还当我们是100年前的大清朝呢？顾先生，请不要激动，阻拦索的价钱咱们还可以商量，180万，怎么样？贵公司没有任何诚意，送客！无理的龙虾人，你们这辈子也别想研究出高强度阻拦索。我们造航母、造大区，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欺负，还想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做梦！总部命令，要钱给钱，要人给人，1年之内必须搞定高强度阻拦索的研制。主任，要不咱们在民间征集一下，看看有没有哪家企业能参加研制？不行，军工科技不是一般企业能参与的。我们这里集合了南方重工最顶尖的专家，如果连我们都搞不出名堂，民企就更不用说了。主任说的对，鹰将的洛克东德公司都搞了快20年，咱们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鹰将不肯卖我们阻拦索，咱们也要给他们上眼药。主任，您有什么想法？外交部门之前不是说有家民企的无缝管和煤气罐被沙漠的游击队改造成了火箭炮吗？告诉那家公司加大产能，上不封顶，沙漠那边要多少，咱们就生产多少。主任这想法好啊，不过这家公司知道他们的产品被用来造火炮了吗？当地工商部门调查过，他们到现在还以为是沙漠公司需要的是煤气罐呢。真不知道他们得知真相那天，他们的公司领导会不会吓到？闲言少叙，各研究组加快研发。这谁呀？看着好年轻，难道是巨龙钢铁的大学实习生？小师傅，不是你们董事长召集我们开会吗？他人呢？大家好，我就是巨龙钢铁厂的陆胜伟。我操，咱们董事长这么年轻？这真是咱们董事长吗？20连25岁都没有吧？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们巨龙钢铁厂要逐步淘汰傻大黑粗的产能，向高精尖发展，所以才全资收购了你们雄鹰无人机研发团队。董事长，既然你们收购了我们以后肯定跟着您干。但这之前，我想问问，咱们工厂待遇怎么样？我们毕竟是搞无人机技术研发的，月薪也不能太低，少于8000我可不干。8000？您笑什么？不会真的连月薪8000都没有吧？大家可以去问我们门房的刘大爷，他1个月看大门，工资都不低于8000块。什么？看大门的都有8000拿？从下个月起，所有技术工种涨薪3000，薪酬低于1万的，一律补齐到1万。陆董事长英明，我们刚才我们都是直肠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没事，你们新加入，先熟悉熟悉环境，过2天咱们召开无人机技术研讨会。大金无人机虽好，但这费用也太高了，2亿投进去，换1打不开市场，可就亏大了。马叔，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剩不到5000万了。怎么，你有啥想法了？是有点想法，但可能不大成熟，容我再考虑考虑。这样，马叔，你在市场上找找有没有需要无人机的企业，看看能不能合作研发，他们出钱，咱们出技术，分摊一下成本。没问题啊。对了，咱仓库那批钢索堆积太久了，我已经联系了钟局长，让他帮忙找找销路。提起那批吃灰的钢缆我就头疼，能处理就处理吧，实在不行当粗钢卖，咱们厂房也没多少空间了。销路别呀，那可是10万美金一根的，当粗钢卖1吨都不到5000块。好，我知道了。谢谢周局。董事长，周局那边传来消息，说有一家绞盆机企业看中了咱们的钢索，想来咱们厂看看。绞盆机，让他们滚！咱们的钢索就是烂在仓库里，也绝不会卖给绞盆机公司。我是缺钱搞研发，但有些钱心脏山川异域，不共戴天。10年前秦川地震，他们第一时间派来的不是救援队，而是测绘队。这帮畜生做生意恶心。小陆，好样的，我们几个老家伙也是这个意思，对方开价再高也不能卖。不过还是要谢谢人家周局长，他是真心想帮咱们。这是自然。我跟其他领导商量过了，年底给周局他们送几面锦旗过去。无人机正在研发，现在需要大量资金。沙漠地区可是咱们的可靠资金来源，突然限制产能，咱们的资金缺口很大呀。周董，那咋办呢？走，找周局去。小陆啊，这么巧，省里有个会，我正要过去呢。开会？那行，要不等我开完会再说。有急事儿？要不等我开完会再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觉得咱们秦川的营商环境不太好，我们巨龙钢铁正考虑整体搬离，去南方搞点养老产业。是啊，周局，您看我这几年头发都白了不少，是真的干不动了。我们已经决定去外地搞第3产业了，赚不赚钱先不说，起码轻松点。算我怕了你们爷儿俩了。坐下说吧。周局，沙漠地区的订单是我们厂主要的资金来源，上面突然限制产能，我们厂资金缺口很大，工资都快发不起了。鹰将国小题大做，接连向咱们施压，上面还是要做做样子的。但是你们放心，上面对你们总体还是支持的。至于你说的资金困难，我会想办法解决。但你小子也不要动不动就拿迁出秦川市来威胁我，那都是气话。周局，您对我们什么态度，我和马叔都知道。但现在限制了产能，我们后续无人机生产线的资金可就不够了。还差多少？8000万，能解决吗？我们可以质押厂房。8000万？你当我是宇宙银行啊？就你们那点破厂房，能值8000万？你小子，把你周叔我当猪仔呢？周叔，这是哪里话？漫天要价就得还钱嘛。我最多帮你们担保贷款3000万，我1毛都没有。3000万太少了，加一点，6000万吧。4000万，你别太过分，到时候还不上钱，我可是要背处分的。周叔，您对我还不放心？一口价5000万。只要我们无人机投产，保证2年内还清贷款。国内现在可没几个成体量的大型无人机公司，你小子这是在赌啊！我也想稳扎稳打，但我明白上头不会害我们。行，5000万抵押你们厂的地皮和房产，你小子回去准备吧。周叔，您放心，明年的税肯定翻倍缴纳。局长，您真答应为巨龙钢铁担保5000万？不然呢？巨龙钢铁是咱们秦川改制企业的独苗，他要是死了，咱们的企业改制就算彻底失败了。对了，山猫拖拉机厂的人来了吗？来了好一会儿了，不过他们企业的情况更严重，也是来借钱的，但不彻底重组，借多少钱也无法挽回败局。怎么这种事儿竟让我摊上了？行，对巨龙钢铁厂的产能限制可以解除。小周啊，你要维护好关系，适当给予政策照顾。是，我明白。这事儿可真是怪了，前几天还说要限制，怎么突然就放开了？这巨龙钢铁厂到底是运气好，还是掌控了什么内幕？董事长，好消息！周局说上面对咱们的产能限制解除了。马叔，真的吗？我们巨龙钢铁厂又能和懂技术的沙漠公司玩了？是啊，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打算，怎么突然又放开了？更奇怪的是，龙夏总局发来照会，要求咱们厂立刻拉满产能，全力生产无缝钢管和钢瓶。上头啥意思啊？一会儿停产，一会儿拉满性能啊！对了，上面还让咱们秦川工商出钱，帮咱们巨龙钢铁扩大产能。通知下来的同时，上头拨付的500万支持资金已经到位了。先不管这么多了，就按上面说的办，产能拉满，全速生成。告诉全厂工友，从现在开始取消休假，加班费3倍，倒排工期，加紧生产。
2万根无缝管，9000个煤气罐，还有3万根12毫米口径的耐高温无缝管。沙漠地区的需求很旺盛嘛，这单利润多少？差不多1200万美金。马叔，咱们可得把这泼天的富贵接住了。必须的。对了，还有个事儿，咱们今年的生产任务完成的不错，利税接近300万美金。周局长想给咱们颁发个纳税先进单位，好事儿啊！到时候辛苦马叔你跑一趟。这人前显贵的事儿，你这个董事长不出面怎么行？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叫装逼最佳时刻。你也知道我怕麻烦，抛头露面的事儿还是您去吧。年底的表彰领奖，周局点名让你去，我是老家伙，人家看不上。他私下跟我说，市里想树立一批优秀企业家，一眼就看中你了。周局长这是要为难我，您再帮我说说吧。我是真不想去，我去车间转转，上台领奖就算了，还要发言致辞，一想就头大。哎，董事长，小陆这孩子。马叔，你说这游击队火力怎么一阵一阵的？上个月还穷得揭不开锅，这个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重火力？谁知道呢？没准背后有哪个大型军火公司支持吧。鹰将国防部今日宣布，将加大对龙夏秦川巨龙钢铁公司的制裁，将其列为国际1级战争赞助商，并将公司董事长陆胜为、厂长马全林列为制裁对象。马叔，这下咱俩牌面了，被鹰将全球制裁，估计整个秦川也没谁了吧？别说秦川，就整个大西北也是独一份。咱们现在可是国际战争赞助商了，看哪个公司不爽，立刻发兵灭了他。说得对，这是月底表彰活动的讲话稿，周局长希望你能脱稿。周局这是要给我立优秀企业家人设，能不去吗？世子的水厂已经和咱们把公益协议签了，现在要是反悔，周局他们是会把咱们给吃了。行吧，我这2天背背稿子。马叔，咱们的无人机研发最近也有眉目了，你帮咱们想想，叫什么名字好？这事儿不该交给研发团队来想吗？让我这老家伙动脑筋，可为难我了。就是他们让我想的，我寻思咱们是巨龙钢铁厂，团队是雄鹰技术，不如就叫龙鹰无人机，怎么样？龙鹰、巨龙钢铁、龙鹰无人机，这名字好听，响亮。龙鹰这名字太好了，董事长没忘记我们的根本，认准陆董事长了。都自己人，你们最近几个月辛苦了，从这个月起，咱们技术团队集体涨薪，最低薪资1.5万起。大家安心搞研发，技术上你们负责，销量和市场交给我和马厂长。先生们，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顾先生，我受命与您谈判，是带着诚意来的。鹰将航空母舰现用的阻拦索，单条150万美金。如果贵国采购足够多，价格还能更优惠。这家伙态度180度大转变，里面肯定有诈。不过，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每根100万。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120万美金，低于这个数，谈不了。110万美金，威廉先生，你也不想空手而归吧？数量呢？你们想采购多少？5根，少于10根，我没办法向董事会交代。我需要向上级汇报，近1个亿的军费就这么花出去了，落后就挨打，甚至还要心甘情愿被宰。要是咱们国内能生产这种阻拦索就好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顾先生，希望半个月后我们能顺利交接，卖给你们。可以，不过是我们现用质量最差的那批。奇怪，周局明明说给我安排了座位，电话也打不通，估计在忙着呢。那个谁说你呢？嘉宾们快来了，过来帮忙签到。看你的打扮就知道是借调来帮忙的，快来搭把手。签到部第一行不就是我的名字吗？得了，闲着也是闲着。你小子真没规矩，怎么坐下了？一会儿要来的可都是咱们秦川工商界的大牛，站着以示恭敬。领导的事，你小子还别不服气。看看这第一个名字陆慎伟，知道吗？咱们秦川数1数2的青年企业家，跟你小子差不多大，好好学着点儿。我这就成青年企业家了？周局这是打定主意要给我戴高帽啊！老李，你这老小子也来了，你都能来，周局能不叫我？中午喝2杯，放马过来。听说今天还有位创汇大户要来，这叫什么陆胜维的，你们有谁见到了？哦，你说的是老马他们厂的那个董事长吧？巨龙钢铁的，半年就把濒临倒闭的厂子搞得风生水起，本事不小啊！我还听说他们的产品远销海外，甚至被鹰将国防部给制裁了。真的假的？鹰将国防部制裁咱们青川一个小钢厂，他们犯天条了？
你小子也别发愣啊！表彰大会马上就开始了，主角陆董事长怎么还不见露面？快去门口找人！你小子胡闹什么？这几个字是你能写的？小陆，都这点了，你怎么还在外头逛的？你的座位在第1排。周局，刚才没找到座位，我这就去。他真是陆胜伟？陆董事长这么年轻吗？什么？刚刚帮我们签到的小伙子就是陆董？我操，完蛋了！我他妈有眼无珠，我的仕途全完了。黄科长，你发什么愣？表彰活动准备开始，今天是全场直播，你机灵点儿。好的，局长，机灵点儿。我他妈就是太机灵了，才会把陆董事长认错成借调人员。莫姐姐，你们台够重视的呀，把你这金牌大记者都派出来了。你不是也来了？想采访今天的主角陆胜伟，涨涨热度。什么都瞒不过姐姐，坊间传言他特低调，要是能采访到，我的粉丝量肯定爆炸。粉丝朋友们，小莹现在在秦川市工商表彰大会现场，现在上台的是秦川巨龙钢铁厂董事长陆胜伟。作为2度被英将国国防部制裁的企业，我们有信心顶住压力，逆势而上。下个月，我们将正式推出第1代转型产品龙鹰无人机。发言稿里有这些内容吗？好像没有。陆董事长脱稿演讲，这小子把市里的表彰大会当成推销平台了。巨龙重生，欢迎大家选择我们的无人机产品。你小子那什么无人机真有搞头，质量绝对靠谱。你要不信，市交通局可以采购一批当空中执法仪用。别得寸进尺。周局长你好，我能耽误几分钟采访陆董事长吗？白小莹，自媒体人，你们聊聊。采访这事我不擅长，要不改天我给您约我们马厂长。跑了？陆董事长怎么走这么早啊？我还说和他谈谈企业收购的事儿呢。你们谁有陆董电话？马叔，银行那边忙完了吗？挺顺利的，您那边咋样？也还行，不过中午有个酒局，需要马叔你帮我应付一下。没问题，我现在就带人过来。老马，你可算来了。你们陆董事长呢？无人机生产线不是要组装吗？他忙着盯进度。这样啊，正好我介绍山猫拖拉机厂的王总跟你们认识。秦川山猫拖拉机曾是生产军用质量的明星企业，改制后生产的山猫牌拖拉机也曾风靡一时，但如今理念落后，听说厂里都停工大半年了，一直发不出工资。王自重，久仰马厂长大名。马全林，王总，咱们见过的92年的全国矿工企业表彰大会，你可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哎呀，真是缘分呐！马厂长交了好运，遇上陆董事长那么个实干家。当初也没办法，我们陆总拿出全部家当，抵押贷款搞技术升级，要不是他豁出去干，哪会有今天？马厂长，今天冒昧搭话，不知道贵厂的陆董事长有没有兴趣全资接盘我们山猫拖拉机厂？全资接盘？山猫厂旗下少说有500工友，600多亩厂区，这项目太大了，我做不了主。老哥哥，你也是咱工矿企业出来的，忍心看着工友们被迫下岗吗？厂房和地皮可以和上面沟通无偿划转，50岁以上的工友，我去做工作，让他们回家创业，就当老哥哥求你帮我过了这个坎儿。王总，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说。这么说，您答应了？我只答应帮你说说，至于陆董事长同不同意，我可不打保票。有您这话就成，只要巨龙钢铁能接手，半卖半送都可以。马哥，山猫拖拉机工友们的未来就交给你了。王总，我会尽力的。巨龙钢铁厂的马厂长和2位副厂长都喝醉了，你开我的车送他们回去。你小子以后机灵点，还好人家小陆董事长不计较，万一再见到小陆董事长，一定要道歉。局长放心，我再犯错误主动辞职。陆胜伟，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当初分手是要考验我吗？很好，你赢了。我苏倩承认当初看走眼了，我们和好吧。这疯婆子谁呀？居然敢直呼陆董的名讳！马厂长他们平时酒量不错的，怎么被人灌成这样？陆董事长在吗？我市局黄良。董事长在办公室，我带您过去。黄科长好。陆董，您别这么叫，我也没大您几岁，叫我小黄就好。小黄肯定因为早上的事儿被周局长收拾了。感谢您专程送我们3位厂长回来。董事长，苏晴的小妮子还在堵门呢，让保安赶他走，再不走就报警。陆董您先忙，我回头再来拜访。
外面那女人谁呀？是董事长前女友，当初不能共患难，现在董事长起飞了，又跑回来攀高枝。好不容易逮到个表现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公共区域禁止大声喧哗。你他妈谁啊？多管闲事！泼妇，你要再不走，我可就压着你走了。我是陆胜维的女友，你动我一个试试。陆董女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放屁！陆胜维，我知道你在里面，放他疯狂来咬我！侮辱执法人员，反了天了你！黄科长真是不留手，上去就扯人头发，苏青也够狠，断子绝孙脚都用上了。董事长，要不把他们拉开？拉开干什么？苏青暴力抗法，黄科长可是在秉公办事。董事长，这事儿是我越权应下的，您开除我吧。不怪马厂长，是我没拦住他。董事长要处罚就处罚我吧。先别着急争，马叔，您的意思是山猫拖拉机厂想整体打包卖给咱们？是我当时被人家吹捧两句上头了，要不我还是回绝王自重吧。马叔，咱也不着急拒绝，你先问问王总那边能给什么条件。行，我这就去问问他。哎，听说了没啊？咱们巨龙钢铁1分钱没花，白得了山猫拖拉机厂2条生产线和400来号工人，这市里啊还给了500万赔价。咱们厂子搞得好好的，为啥要接手那个半死不活的破猫拖拉机啊？就是，咱们吃香的喝辣的，谁给董事长出的馊主意？嘘，听说呀，这事儿是市里牵线，马厂长主办的。老马是不是年纪大，老糊涂了？马厂长，收购破拖拉机厂的主意是你给董事长出的吧？我们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呢，你咋就飘了？说收了王自重多少钱？老吕，我怎么就飘了？王自重现在穷的他要卖裤衩子了，他有钱给我送。哎，你别打哈哈，你这是仗着董事长放权，胡作非为。一个个的都干什么呢？生产任务完成了吗？董事长，老马厂长不老实，骗您接手拖拉机厂这种烂企业。就是，咱们厂好不容易才翻身，为啥要接那个拖油瓶啊？收购山猫拖拉机厂是我的主意，你们有意见可以跟我提，而且企业要多元化发展，这话我说过多少遍了。说马厂长不老实，不就是说我这个董事长不懂事吗？以后再要有人带头闹事，不尊重厂里决策，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大家也是为厂里好，都散了吧。太不像话了。马叔，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儿？不过这次剧中闹事儿背后肯定有古怪。今天这一出也暴露了咱们的新问题，接手山猫拖拉机厂以后的发展问题。赚的钱只有钢管和煤气罐，无人机还没产出，现在又多了400张嘴，真是个大难题。国内农用机械市场被几家龙头垄断，我们想插手难如登天。这事儿咱来好好琢磨琢磨。对了，王自重准备干什么去啊？他说要回老家，可能心灰意冷了吧。回老家那不是浪费人才吗？山猫那群工友可不好管，让他回来带队伍。反聘？不是反聘，是正式邀请他加入巨龙钢铁。那老小子犟得很，我不一定能劝得动。你告诉他，山猫拖拉机厂的工人不服管教，我准备开除一批，看他什么反应。妙啊！这样一来，老王保证屁颠屁颠加入咱们巨龙钢铁。杀千刀的洛克东德卖给咱们的阻拦所是残次品，是非当天就断了，害我吃了处分，全部门停职反省2个月。主任，别冲动，咱们不是还有办法没事吗？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咱们去求鹰将吧？咱们可以向民间征集解决方案。民企、军工企业都搞不定的难题，民企能行？高手在民间，这话你也信？试试呗，总归是个办法嘛。行吧，要是3个月后啊，再没进展，我会向上级申请。我宣布，巨龙钢铁龙鹰无人机生产线正式投产，首批龙鹰01型无人机，续航60分钟，最大飞行高度1500米，飞行半径4公里，远超同类产品。东西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销路。大家有什么想法？董事长，小型无人机多用于航拍，我可以联系市摄影协会。我家有人在市交通局，可以提供给他们一批试用。油气管道巡查也能用上。我同学在哪？大家的想法很好，都可以试试。想要大销量，除了国内，咱们也得想办法联系国外的客户。您是说找沙漠那边？不错，他们买了咱们这么多钢管，不是输水就是输气，时间长了，肯定得巡查。咱们的无人机不就用上了？还是咱陆董事长脑子活。上头没有限制咱们无人机生产，先给沙漠那边的供应商赠送100架无人机过去，让他们随便试用，打开销路。行，我现在就去联系。马叔，帮我把王自重叫过来。无人机没问题了，山猫拖拉机还是老大难。既然我接受了山猫拖拉机，就要想办法让这家厂起死回生。陆董，
您找我？咱们那2条拖拉机生产线都闲置1个月了，工人天天要活干。老王，你有什么想法？董事长，冒昧问一句，咱账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差不多3000万。3000万有点少，如果能有2亿，可以换2条全球最顶尖的拖拉机生产线。老王，你是跟马叔混熟了，也跟着飘了？没有，外头不是都说咱厂有钱吗？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的眼界不要局限于拖拉机，其他农用机械也可以搞搞嘛。哎呀，您这话点醒我了，不搞拖拉机，山猫可以搞农用车。农用车？你是说4轮车？对，4个轮的，前2后2布局。咱龙夏农民多，要是能造出一款经济皮实的农用车，肯定能赚钱。市场怎么样？目前体量大点的就昌河、五菱那几家，价格3、4万。3、4万，太便宜了。东西再好没人买，就像我的超级钢索，只能在仓库吃灰。该死的鹰将！你先考察市场，抽空咱们再合计。对了，系统商城里不就是有一套4轮农用车的图纸吗？200万龙夏币，全套图纸，就它了。喂，董事长，您哪儿弄来这么厉害的图纸？4轮驱动，自重1.6吨，最大时速120公里。最牛的是，完全适用于咱们现在的生产线。别管图纸哪儿来的。我就问你，什么时候能掌握制造工艺？2周，只要生产线还能用，2周内绝对能出第一批测试机车。行，这事交给你，资金不够找马叔要。我是来给您汇报无人机销售情况的，产生的第一批半卖半送，还剩下200架，等于没卖出去几个，上亿资金就要打水漂了。研发团队的小伙子们倒是挺卖力，但收获有限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是电视台一直想给我弄个人物专访，今天已经是第3次上门了。专访可以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上电视台给咱们宣传宣传。快请2位记者同志进来。我们首批龙鹰01型无人机，续航60分钟，最大飞行高度1500米，飞行半径4公里，参数远超同类产品。感谢陆董事长，能不能给个机会？我们的白大记者想单独采访您。陆董事长，求您了，我是记者，也是自媒体人，粉丝好几万呢。小主播也是主播，只要能打个小录，多采访几次也行。可以。什么时候开始？现在3、2、1，开机！家人们，小营开播了。看看今天我请到了谁？大家好，我是巨龙钢铁陆胜伟，龙鹰无人机全球代言人。进击的小营非正式访谈开始。第一个问题，陆董事长今年多大了？刚25岁。啊，居然比我还小1岁。方便问一下，陆董事长，你有女朋友吗？巨龙钢铁正在发展，没时间找。那陆董事长平时喜欢什么？看书、看电影？没那个闲工夫，看的多的是龙夏当代工业杂志。第4个问题，新年即将来临，陆董有什么心愿吗？当然是龙鹰无人机大卖，巨龙钢铁的工友们生活的越来越好。直播间被封了，什么鬼啊？感谢陆董事长，今天先到这儿吧。你们也辛苦了，这2台送你们，成本也没多少。没多少成本，您往外卖3000，最初定价998，但局里说定价太低，有扰乱市场嫌疑，3000是最低价了。陆董，采访的视频我已经发给你的助理。行，赶紧把视频放官网上，扩大龙鹰无人机的影响力。好的，董事长。董事长，要不暂时息工吧，给龙鹰无人机团队放个假。咱们的资金负担不了那么多人。不行，让他们息工会严重打击积极性。老王那边的进展呢？刚知道4轮车的设计图，准备下个月试产，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不好了，你快上网看看吧，咱们的官网被挤瘫痪了。视频不是刚放上去吗？这么火爆，有访客下单买咱们的无人机吗？不是，是大量访客留言攻击咱们巨龙钢铁，咱们被网爆了。什么网暴？董事长，后台进不去了，攻击来源是全国各地的 IP， 还有海外的，感觉不像有组织的。马叔，联系一下市局，问情况。老马，你们陆董那个前女友什么来头？快找个人治治他吧！他四处发视频控诉陆董事长喜新厌旧，还说巨龙钢铁侵吞国有资产，搞得上头现在都要来查我。苏秦，他怎么了？周局，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你们先了解情况。市里的刑风调查组在我们这儿，黄科长已经被暂停工作了。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先不说了，你们自己上网看吧。富豪董事长抛弃怀孕女友，侵占国有资产；工商局科长充当打手，欺负刚流产的前女友。而这位陆董事长拨通厂长马全黎，贱卖国有资产，半年狂赚1个亿。神他妈刚流产，我什么时候碰过你？分手快2年了，你流产关我屁事啊！
马叔，你怎么了？都别愣着，快送马叔去医院！我为什么召集咱们全场玩转新媒体的兄弟们开会？情况大家想必都知道了，有人要抹黑咱们巨龙钢铁。董事长，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推。苏晴那贱人的粉丝量3天涨了10多万。以苏晴的小脑，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些招数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大家有关系的找关系，没关系的发视频澄清，处理不好，光是舆论压力都会碾碎我们。董事长，我好几个朋友都是搞 MCN 的。我去找他们帮忙，我家也有关系，现在就去疏通。我也会联系苏晴，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情况怎么样？心率过快，医生说是太激动了，输了液，现在好点了，厂子现在没什么问题吧？舆论热度压不住，周局长电话也打不通。我听人说，周局长和黄科长被带走调查了，您还不知道？什么？他们被带走了？本以为只是网络暴力，发几封律师函就能解决，现在连周局都被带走了，这事儿不一般。老王叔，你先照看好马叔，什么都别告诉他，我来处理。买卖不成仁义在，现在你要巨龙钢铁死，我岂能让你独活？苏晴，是你非要逼我的。哟，陆大董事长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苏晴，你在背后搞什么鬼？一个女孩子维权而已，我能搞什么鬼？你到底想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想知道吗？今晚8点，晴川洲际酒店，别耍花样。我倒要看看你今晚搞什么把戏。约我来酒店谈，你到底想干什么？前女友约你开房，还能干什么？进来说吧。我是真没想到，不到2年，你竟能把当初快破产的钢铁厂盘活。我承认是我小看了你。卸了妆比鬼还丑，你的美人计对我没用。说吧，谁在背后指使你？100年修得同船渡，你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当初你要同意我用你父母的抚恤金盘活钢铁厂，咱们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一步。以你狭隘的性格，会同意我花200万去救一个快倒闭的工厂？没话说了，我也懒得跟你绕弯子。2000万。这是我最大的诚意。2000万就想打发我？我可是听说你的巨龙钢铁每年产值至少1个亿。工友的工资不用发吗？采购研发不要钱吗？你说出幕后主使，撤销对工商局的诉稿，2000万就是你的。要放在以前，2000万我也就妥协了。可现在你身家过亿，才给我2000万，打发要饭的呢？3000万，这是我所有的现金，但你必须说出幕后主使。我只是一个讨要青春损失费的可怜姑娘，哪有什么幕后主使？5000万，我出5000万。如果你还不同意，我转身就走。5000万算我的青春损失费，是你该给我的。机会给过你，可惜你不要。你等等，现在想说，晚了。是绿景的刘总让我污蔑你的。绿景刘总干什么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看中了巨龙钢铁的地皮，想拿来搞开发。我弟弟欠了高利贷，刘总出面帮我摆平，还给了我20万。绿景之地是吧？我知道了。我的卡号你还知道吧？什么时候转5000万给我？最初答应给你5000万，可你不是没同意吗？陆胜伟，你混蛋！你个小人！我要让你身败名裂！我要告你强奸！老王叔，马叔情况怎么样了？嘴上骂骂咧咧的，气得不轻。告诉马叔，我已经拿到证据了。小陆，你说什么？拿到证据了？是绿景置地的刘健在背后搞鬼。刘九健，妈的！当初咱们厂改制，这狗东西第一个来找我说要3亿拿下地皮搞房地产，我死活没同意。原来是新仇旧恨一起算，连带周局长一锅端。马叔，现在弄清楚是谁搞鬼，你也不用着急上火了，好好休息。白小姐，看看你邮箱，我发了点你感兴趣的视频。啊？我感兴趣的视频？我操！陆董事长原来喜欢这调调，发给我是啥意思啊？难不成……呸！陆董好助攻，紧急的小莹要翻身喽！苏晴这贱人，拿了我的钱，转头就把我卖了！妈的，老子要扒了他的皮！董事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外面好多人围住我们大楼。给龟田社长打电话，这主意可是他出的。要死，大家一起死！龟田社长的电话昨晚就打不通了。你说什么？该死的脚盆机砸碎！周文局长，都到这儿了，你就老实交代吧。你是怎么伙同陆胜伟侵吞贱卖国有资产的？我没有，当时巨龙钢铁负债几千万，陆胜伟接手后半年就扭亏为盈，这是功劳。那你为什么授意市自来水厂采购巨龙钢铁的钢管？拿了多少好处费？当初是总局特意交代要照顾巨龙钢铁，还要求保密。巨龙钢铁的钢管质优价廉，我当然采购他们的。
我乐意，不行吗？周局长，外面舆论已经把巨龙钢铁锤翻了，您只要证明当初陆慎为接手的手续非法，这事儿就了了。要我答应也行，容我打个电话。你随便打，但我们需要在旁边听着。静静，儿子这2天乖着吗？这老小子耍我们。周局长，你觉得这样玩很有趣吗？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也卷入麻烦，对抗审查。谈不上，你们最多滞留我48小时。你不说，没关系，我相信黄科长会珍惜戴罪立功的机会。你们说黄良，撬开他的嘴比登天还难。怎么回事？黄良非但一个字儿没说，反抗中还把脑袋磕破了。科长，可这怎么办啊？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了，连个毛都没查到。事到如今，只能扩大审查范围。哼，我就不信周文一点问题都没有。陆军装备研发中心的人点名要一批巨龙钢铁的钢管去研究，怎么周文的电话死活打不通？处长，我给巨龙钢铁厂也打了，也打不通。这里面有古怪，快给我查秦川那边发生了什么。处长，不好了，昨天秦川工商局周文局长因涉嫌巨龙钢铁改制问题被带走调查，巨龙钢铁法人陆慎也被监视居住了。什么？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整我？周文批准改制巨龙钢铁是总局首肯的，新闻报道怎么说？说周文充当掮客。妈的，那事是海军研究部指示，由我授意的。处长，审查部不隶属于咱们总局。怕什么？犯了天了！给我接秦川审查部。周文这老小子也是死脑筋，都这时候了，也不知道把我搬出来。这就是你们2天的审查结果，一个字都没说。局长，周文顽固得很，要不要上点手段？蠢货！他现在依旧是工商局局长。周局长嘴硬，那个黄良更是离谱，还用头撞桌子。再审查半天，问不出什么，就把人放。邵局长，你好大的官威！你是？我，龙夏工商总局李佛海。周文是听了我的话，给巨龙钢铁牵线搭桥的。李处长，我想这是误会，我们……你没资格向我解释。现在，立刻放了周文。可是审查还没有结束，我很难办。难办？好，我让吴法明跟你说。吴法明，龙夏首席审查官，手眼通天的人物。别，怎么能劳烦吴首席呢？您放心，我现在就放人。20分钟内我接不到周文电话，你就等着被处理吧。马上放人，监视巨龙钢铁的人全部撤回来。周局，吉人自有天相啊，还是托了你的福。说正事，总局需要一批钢管，我希望你明天一早能发出。一批200根够吗？必须保质保量。差不多。周局放心。对了，绿警制敌的手段太下作，我们准备起诉他们。别浪费时间了，秦川审查局已经控制了他们所有人，你安心等结果就行。不行，巨龙钢铁依旧要起诉他们，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果就这么算了，以后什么人都可以朝我们吐唾沫。随你，别耽误生产就行。您别看是改制的，质量绝对没问题。这次舆论能迅速平息，周局肯定出了大力。周局，你要的钢管好了，我们货车送哪儿去啊？送到京城龙夏工商总局，方便的话，我搭你们车一起去。你也要去？我派车送你，跟大货车走太慢。咱车送周局，可是咱们这一辆老款桑塔纳还是第一任厂长买的。桑塔纳太掉价了。马叔，你去买辆好车，不低于100万。这事让我去，这让我去，只能买回来重卡。财务和司机已经去提车了，办好临牌给周局长开过去，你跟他去一趟京城。啊什么？算公处，每天500车旅费。遵命，董事长。哎呀，鹰将大 V8，环保去他妈！陆董新买的，刚提出来，膜都没撕呢。是的，周局。我能自己开吗？过过瘾。这陆董明明是让我送您。你放心，我绝不会告诉陆董，反而还会在他面前夸你几句，怎么样？那好吧。没想到周局长还有这爱好，没看出来啊。
周局没找人钱，可是汽车兵，您不知道。等他从京城回来，这车就送给他。周局肯定不会要的啊！对了，刘九江被抓，偷税漏税3亿多，加上罚息，至少要交5亿才能免灾。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说他们了。这2天无人机销售怎么样？咱们还在舆论风口上，官网每天能卖出个10几台，连成本都保不住。国内市场要小火慢炖，沙漠那边呢？也没回信吗？很奇怪，一直联系不上，但咱们赠送的龙鹰无人机，他们收了。再发几件邮件，问问情况，是不是咱们的无人机不符合他们那边的需求？小周啊，不瞒你说，你这批钢管是陆军点名要的，难怪你小子可要给我守口如瓶，绝不能告诉巨龙钢铁。您放心，我嘴巴严着呢。还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忙，海军最近研究阻拦索受挫，看看哪家国营单位的钢索能达到航母阻拦索的品质。航母阻拦索，辽河号要下水了？不是要下水，是已经下水了，但阻拦索质量太差，影响海事，重型战斗机没法降落。秦川是钢铁大事，我回去就调查。周局啊，您给的技术参数太高了，既要求强度，又要求延展性，这相互冲突啊！没个几年研究，根本出不了成果。总局要这东西干嘛用啊？问这么多干什么？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谁要能造出这样的钢索，我会给他争取龙夏驰名商标荣誉。我像是在开玩笑吗？签了保密协议，一定要快，事关重大。小洛，沙漠公司回信了，他们希望咱们的龙鹰无人机可以增加挂载功能。挂载功能？运东西？龙鹰无人机的载重负荷够吗？我和老王测试过，挂载3-5公斤物品还是可行的，最大负重6公斤。那就保守点报，告诉他们可以添加最大负重6公斤。对面又来问了，还要再增加红外夜视功能，还有晚上送货。小洛，我觉得对方没憋什么好屁，增加这些功能，成本要加不少。最好是对方能先给咱们打钱，这样稳妥点。有道理。国内定价3000，沙漠版定价5000，顺便给他们刷个沙漠皮肤，告诉他们最低采购1000架，低于这个数免谈。小洛，我觉得还可以提价，国外小型无人机没有低于1000美金的，薄利多销嘛。等市场打开了再涨价也不迟。董事长，对方很爽快，立刻下单5000架。5000架，大手笔，不愧是狗大户。不过对方说我们价格太高，问我们能不能优惠点。5000龙虾比还嫌贵，罢了，只要他们同意先付款，我们可以赠送100架。好，总算是卖出第1单，今晚杀猪，大家庆祝一下。小洛，你没发现最近工友们都不太喜欢吃猪肉了吗？大家收入高了，流行健康饮食，控制3高呢。这茬我倒没注意，那就让食堂烧点虾尾，总之得乐呵乐呵。董事长，对方说明早先付1半定金，希望咱们尽快发货。还是狗大户懂技术，不过这么着急要无人机干嘛？陆董，您是我们的救星啊！没有您，我们这群人就毁了。我同学在大厂天天骂我傻逼，现在我要大声告诉他，他才是傻逼。陆董，人常说吕布马上无敌，典韦步战无敌，您就是当世吕布，我们团队就是典韦。现在吕布骑典韦，我们这组合天下无敌。这比喻要骑我也骑貂蝉啊，骑糙汉子典韦是什么鬼？大家好好干，咱们巨龙钢铁的前途一片光明。马叔，出什么事了？陆董，你给我来一下，沙漠地区那笔单子出了点问题。出了点问题？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董事长，今早沙漠公司的款项到位了，而且给的是全款。这不是好事吗？2500万有问题？钱数没问题，就是货币单位不对。什么叫货币单位不对？难不成是津巴布韦币？不，他们付的美金，2500万美金。难怪昨天我说5000龙虾比他们还嫌贵，感情他们以为是美金。这种情况下我们违约吗？双方都是最真实意思的表达，咱们不违约。那就好，人家狗大户这么大气，咱们也不能抠门，再多送100架。你很不错，哪个学校毕业的？提篮桥。提篮桥？龙虾有这么所经济大学吗？提篮桥是监狱，专门关押犯经济罪的会计，他是上任厂长的关系，给厂子背过锅。哦，那就低调点儿。
董事长，沙漠洛 C 公司又发来邮件，订购咱们1万架最新款的龙鹰无人机01改进型。不愧是懂技术的沙漠客户，咱们改进型刚出炉，他们居然这么快就知道了。告诉他们，生产工艺改进了，单价可以优惠$1000，降幅$1000，是不是有点过了？没事，沙漠可是咱们的救星，吃水不忘挖井人，给他们点甜头，必须扩大生产线，要对得起沙漠公司的诚意。秦川金刚集团不能胜任，秦川铁矿集团自顾不暇，秦川松山钢铁能力不足，这玩意儿这么难搞？局长，海军他们都没研究出名堂，咱要不还是歇歇？你小子就不想进步吗？没出息！咱们要是搞出阻拦索，我不就能挪窝了吗？局长，您说咱们找巨龙钢铁研究这玩意儿咋样？他们自家生产的钢索都放在仓库吃灰呢，能研究出什么？品质估计也就那样。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给巨龙钢铁送一份招标书过去。国营企业都不行，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也状况频出，没有个3-5年，根本搞不出合格的阻拦索。辽河和海事一拖再拖，上头下了最后通牒，年底前再搞不出，就要转去买毛熊的了。主任，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说，不管什么办法，现在都得试试。向全国范围内的民企征集设计方案。民企？国家级研究所和各大国营钢厂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你觉得民企能搞定？哎呀，罢了，你都提了3次了，就按你说的办吧。高价征集方案，主任，能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奖励2000万；能提供成品的，我大量采购，单条150万龙虾币。陆董，海军方面最近发了个招标公告，项目金额挺大的，是关于钢索的。钢索？咱们仓库不就是现成有一批吗？海军的要求参数还不低呢。马叔，咱们那批超级钢索符合要求吗？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海军要求的是参数不低，但咱们库存那批比他们要求的还高。什么？你确定没搞错？咱们钢索的数据比海军要求还高？我反复核实过了，当初您特意要交代，为了让鹰酱公司满意，改进了工艺，提高了品质，结果他们突然毁约，那200根就一直放在仓库吃灰。我想起来了，那批货还在。海军招标文件说了，只要符合要求，就采购500根，单根150万，7个亿的大项目，我亲自带队去。我们现在就出发。小陆，人可真不少，都是全国前几的大钢厂，咱们有希望吗？事在人为，总得试试。您好，贵部门需求的钢索我们带来了，参数一点不差吗？技术参数上和贵部门的要求有一点出入，比你们的标准要高。行了，填好这张表，东西放下。下一个，这是被无视了。小陆，你都快26了，什么时候成个家？咱们厂里不少人盯着呢。马叔，你也开始催婚了。白小姐，找我有事。陆董事长，江湖救急，我帮你们带货的无人机卖脱销了。脱销了？库存不是还有2000多架吗？我直播间有人一次下单了1500架，直接把羊毛薅干净了。买家天天催我发货，粉丝们也盯着，我实在受不了了。怎么会这样？销量突然爆炸了？你还不知道？我发个视频给你，你就明白了。兄弟们，龙鹰无人机新玩法，挂在炮上，实现远程火力打击。大杀器。马叔，滨海城市你自己逛吧，我要立刻回去扩大产能。一起回去。陆董事长，你回来了吗？我给你找了个大客户，正在路上，明天一早到。什么大客户？明天下午你过来一趟就知道了。所有人停止休假，3倍加班费，24小时生产。同时联系白小莹，告诉她新用户可以购买炸鸡险，半年内操作失误损毁免费换新。兄弟们，好消息！龙鹰无人机出炸鸡险了，半年内损坏无偿换新。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带挂载装置和红外夜视的外贸版也要在国内上线了。胡说八道，下播啦！逆风速云，王家文，王总久仰大名。陆董言情有为，贵公司的无人机最近风头正盛啊。你们聊，我还有个会，他找你们合作研发运输快递的无人机。我们需要一款可长途运送货物的大型无人机，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研发经验呢？久仰大名，只要资金到位，这个可以有。贵公司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您先提需求，我们研究后报价。好。
好，稍后我会以集团名义向贵公司正式发出委托研发邀约，这是我们的合作意向书。最低要求：最大载重不低于1吨，飞行距离不低于2000公里，双尾械大型商用无人机，最大载重3吨，航行半径超过3500公里，兑换只要3个亿，就是它了。王总，根据贵公司的需求，研发经费我估算了一下，至少4亿。才4亿？您别觉得贵，现在搞研发很烧钱，我们可以保证半年之内完成。你刚才说什么？才4亿？对呀，这点钱搞大型无人机，没问题吧？我靠，居然嫌便宜啊！亏我还特意加价1个亿。这样吧，王总，研发费你再加点，我们多招点人，3个月完成。项目投产后再送贵公司12架，怎么样？我要的是质量，研发费我给6亿，你送我20架，但我们的采购价不能高于成本价的10%。好，成交。小型无人机市场，我们的份额已经起来了，是时候追求更广袤的天空了。大型无人机那不都是国营厂在搞吗？挣不了钱。我们已经确认了合作伙伴逆风速运，对方已经答应先行支付6亿研发费用。6亿啊！逆风速运真有钱。董事长，你想怎么搞？我们都支持。董事长，研发大型无人机，我们没什么经验呀。放心，研发方案我心里有数。现在唯一不足的就是人太少，所以我们要开始社招，从各大名校招人，起薪1.5万。董事长，我好几个同学在研究所工作，可以挖他们过来。我导师也有资源，可以推荐学弟学妹们。好，那就这样定了，先招聘100人。陆董事长，我堂弟学的机械加工，想进咱们厂。简历发来，让马厂长看看。我也不和你废话，家里的侄子学的机电专业，想办法安排一下。简历您发来，我让马叔走个流程。厂门口来投简历的学生都排到2副街了，上次这盛况还是上个世纪咱们刚开业那会儿。马叔放心，以后这样的场景您会看到烦的。董事长，您看能给我们山猫拖拉机那边也招几个学机械的吗？生产线总出问题。没问题，老王叔，困难只是暂时的。董事长，您真要委托聚乐钢铁研发大型无人机？他们刚成型不久，技术储备恐怕不足。不然呢？我们找过国营研究所，对方开价10亿，而且研发失败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是，巨龙钢铁答应和咱们签对赌协议，半年内研发不出来，退还70%的费用。换你怎么选？我明白了。马叔，逆风速运的6亿资金已到账，咱们的大型无人机项目正式启动。董事长，原来您早有计划，设计方案都是成熟的。方案可行，就看能不能造出来。计划1年时间，肯定能把逆风速运要的无人机搞出来。那些小伙子现在干劲十足啊！对了，投递的简历里有120多个关系户，您看怎么处理？先初筛一遍，学历和能力符合要求的进入笔试，所有人按规定来。小陈，后面的测试你来弄吧，别那么着急，慢慢来。主任，您没事吧？我没事，就是需要休息几天。主任，您好好休息，我会很快测试完剩下的。不用那么急，年底前弄完就好。可现在才4月，没有可是，按照我说的做。钢丝强度达标，细钢丝强度达标，整体强度及韧性达标。模拟测试能够在1.2秒内成功阻拦超过40吨重超音速物体。成功了，成功了！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阻拦索吗？奇怪了，这根钢索怎么没有标注生产企业？主任，我是小陈，有投标的钢索通过技术测试了。哦，我身体好。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主任，有投标的钢索通过技术测试了，而且各项参数都超过了咱们的要求。真的？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顾大校，您去哪儿？病还没好呢。已经好了。我们龙夏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阻拦索了。主任，您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把研发室所有人都叫来，现在就给我找，必须找到是哪家企业投的标。主任，查出来了，是秦川的巨龙钢铁，合格的阻拦索是巨龙钢铁的董事长和厂长亲自送来的。秦川，巨龙钢铁。
钟楼，怎么把您都惊动了？呵呵，阻拦所研制成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来？东西呢？先带我去看看。真是民企生产的，技术不错呀！立刻联系他们。不，我们现在就飞过去。我们是龙夏海军采购研发部，有机密任务要找你们厂领导。糊弄鬼呢！以为我老眼昏花？秦川是陆军驻地，又来闹事的是吧？您好，我是海军装备部的钟正，想见一见咱们厂领导。喂，马厂长，你说什么？听不清。我们董事长和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你们不急就先等会儿。小陈，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陆世伟找过来。主任，联系秦川地方部队，暂时封锁巨龙钢铁厂，所有人员许进不许出，动静不要太大。对待厂里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尊重，快去！是。哎呦，这掏枪了！马厂长，快接电话呀！咱们厂被战车包围了。什么情况？这么大阵仗？这是犯了天条吗？这是谁犯事了？居然需要动用部队？莫姐姐，今天这会议有这环节吗？我也搞不清状况。陆胜为先生吗？有些事情需要您现在协助调查，能跟我走一趟吗？您是？人多嘴杂，需要私下和您聊。同志，您要带我们陆董去哪儿？发布会还没结束啊！您是？我是巨龙钢铁厂厂长马全林。厂长？那正好，麻烦您也跟着走一趟吧。啊！同志，我认得您，海军登记阻拦所那位。小陆，这是回厂区的方向，难不成工厂出事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厂犯天条了？你好，我是海军采购研发部的顾明，让你把人请回来，怎么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陆董是科技工作者，是国家栋梁，你这是尊重大国公家的做法吗？对不起，主任，您这是？咱们这个厂子怎么想起来搞航母阻拦所的？航母阻拦所？我们没搞过。就是你们投标的那款钢索，海军是准备给航母用的。那个超级钢索能给航母用？我们压根不知道。仓库里还剩快200根，一直有没人要，放着吃灰呢。你说什么？仓库里还有200根存货，还没人要？走，我带你们去仓库看看。搞了半天，我们近1000人的军工科研团队，还比不上一个民营钢铁厂。小陆，这顾主任怎么哭了？太激动了。顾主任，如果咱们海军届时需要，我们巨龙钢铁可以把这些超级钢索全捐了。不用，这点钱海军出得起。小陆，你们没事干，造这么多高品质钢索干什么？这批钢索原本是想高价卖给鹰将公司的，可对方突然毁约，就砸手里了。当时陆董担心对方挑剔，还特意改进了工艺，结果最后他们单方面解约了。鹰将公司，他们什么时候向你们采购的？差不多3年前，单根10万美金，一次要了200根。3年前，鹰将国防部也是3年前宣布新一代阻拦索研制成功的。难道原以为是鹰将掐我们脖子，搞了半天是老子毛衣穿反了？小陆，你好好想想，除了鹰将，还有谁接触过这批钢索？后面还有一家角盆机会社也想买。角盆机的出云号护卫舰就差阻拦索了。你没卖给他们吧？当然没有，我们巨龙钢铁就是饿死倒闭，也不会和角盆机会社做生意。我嫌他们的钱脏。好样的，有骨气。小陈，记一下，回头好好查查是哪家公社。封存仓库，你们这批钢索海军全包了。建设海军用，钱收太多，我心里会过意不去。要不按招标打对折吧？海军批了7.5亿预算，单价不许降。不过你们可以附赠一些。好，我替你安排。领导们别介意啊，我们食堂环境简陋了点儿。好多年没在工厂大灶上吃饭了，真怀念呀。小陆同志，你可是解决了我们海军研发部近1000人伤了2年脑筋的大问题呀！你要是能早点把这样技术报上来，我的脑细胞啊都能多活不少。是啊，
我们研发室的同志们吃住在单位已经1年多了，这件事你们巨龙钢铁得负责。怪我！当初董事长要把钢索上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是我老糊涂给拦下来了。不怪马厂长，主要是我没想到一根钢索能牵扯出这么多事儿，是我的疏忽。企业挺团结，以后再有什么新产品，一定要先上报国家嘛。等这次回去，我会向上级汇报，在全国搞一次工业大摸底，看看咱们龙国的民企还能给我多少惊喜。事情弄清了，你们的库存阻拦索我们全要了，价格还是按7.5亿走，但你得再帮我们造400根，没问题吧？没问题。第二，航母阻拦索的制造技术必须转让给海军研发部，当然我们不白要，你开个价。能为海军发展做贡献是我们的荣耀，技术我们无偿转让。那不行，海军有规定。这样吧，按当初招标的价格来，技术转让费2000万。我听您的。听说你们还研发了其他产品？主要就是地级无缝钢管和龙鹰无人机，另外还有个在研发的大型无人运输机，和我们准备投产的一款农用车。农用车和无人运输机啊，我们军方用不上，我也就随口问问。没关系，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巨龙钢铁永远支持军队建设。你这思想觉悟，想不发财都难啊！梁峰，我们是秦川机密审查部，现在因你涉嫌盗窃国家机密一案，对你正式批捕。啥？窃取国家机密？误会啊！我大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可能窃取国家机密？本月24号，你是不是深夜潜入巨龙钢铁的库房拍照了？是拍了，可那仓库不就那些废钢索吗？那也算国家机密？案犯梁峰已承认窃取国家机密，执法已完成记录，带走。我没有，冤枉啊！你们不能冤枉一个文盲啊！刘九剑，你涉嫌指使梁峰盗窃国家机密，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没有，都是我们公司保安科长干的。绿景置地大楼已被封锁，所有人员都在审讯室，就差你一个了。完了，全完了！归田，我操你姥姥！家人们，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绿景置地621名员工全部被查，这事儿绝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龙鹰无人机已恢复生产，需要的家人们可以下单哦。水管儿，行啊，你报个型号，我问问陆董事长。你这钢管儿怎么炸成这样了？施工事故，被挖机搞断的。巨龙水管品质优良，我希望大量采购5000根。要5000根巨龙钢管，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听着挺急的。行，让他先付一半定金，我来安排生产。马叔，订单来了，安排一下。不过没听说过边境城市在搞什么大建设。小莹，快看楼下1台，新闻联播，特大新闻。家人们，有点状况，一会儿说哦。为表彰爱国企业为龙夏军队建设做出的贡献，受上级指示，现在由我宣布龙夏第一批13家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他们是秦川巨龙钢铁，以上受表彰的单位列为龙夏1级保密单位。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陆胜维干了什么啊？1级保密单位，他们造出核弹了？兄弟们，出大事了！巨龙钢铁成了1级保密单位。小陆，这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吧，感觉咱们更像是军工企业了。陆董事长立刻召集你们全厂职工，秦川武装部门领导要和你们签订保密协议。现在可都下班了，别说下班，就是下地狱也得给老子叫回来签字。马叔，通知所有工友，休假的也算，给加班补偿，立刻回厂集合。啊，这还有，你说在门口要设警卫岗亭，放左边好还是右边好？左边吧，左眼跳财。我操，这是部舰车吗？哎，你看那舰长，1毛2。是大领导，咱们厂真成半军工企业了？什么半军工？咱们就是军工企业。陆董事长，以前不知道你们负责绝密任务，让敌特骚扰了，抱歉。领导哪儿的话，是我给组织添麻烦了。陆董事长，我明天会派人来给你办公室装一部红色座机，可以直接找到我。谢领导关心。你小子这2天差点没把我心脏病吓出来。对了，顾水军抹黑你们的脚喷机会社查清了，社长叫龟田。龟田，
我记住了。我愧对天皇教诲，谋取龙虾航母阻拦所的计划失败了，不是你的错，只怪龙虾人大大的狡猾。不过军部有了新的计划，需要你配合，愿为天皇陛下效死。军部还有一计，名曰与虎谋皮。您是说借助鹰将的影响力，正大光明的从巨龙钢铁购进阻拦所？是的，但不是我们买，而是委托洛克东德牛丁公司购买。我们贿赂了洛克东德的研发员，才发现鹰将的阻拦所居然也是从龙虾那家民企买的。说好的技术第一呢？可巨龙钢铁已经是龙虾的半军工企业了，鹰将不知道吗？三角大楼当然知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家航母用的阻拦索就是巨龙钢铁的产品，这有些匪夷所思。放心，洛克东德牛丁公司为了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可以出卖绞死他们自己的绳索。我试试。采购龙虾钢索这件事没得谈，你们想改造出云号的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了。单根采购价80万美金，龙虾国的钢索事关重大，龟田先生你120万美金单根，这董事会不会同意？150万美金，希望董事长理解我们对技术的渴望。150万，疯了吗？国防部采购才100万，你们需要多少？其实也不是不能谈，100根，如果贵司同意，我还会有厚礼相赠。龟田先生是懂技术的，3天后公司给您答复。总裁，绞盆机开价150万美金一根。是的，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您放心，狗链始终牵在我们手中。洛克东德牛丁，他们还敢出现，向我们订购300根钢索，这是在试探我们。先把情况发给顾主任。你们想怎么办？马厂长的意思直接拒绝，但我想卖给他们。哦，卖给他们？你小子肯定有鬼主意，说来听听。高价叫卖，以次充好。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记住一条，别搞砸了，咱们优质的阻拦索技术绝不能再落到鹰将手里。都是您领导有方嘛。董事长，这行吗？拿残次品交易，对面肯定会发现的。怕什么？反正可以先收一半定金，怎么取这？回邮件，超级钢索涨价，单根200万龙虾币，先付一半定金。该死的龙虾公司，他们竟然涨价了！总裁，即便涨价，我们还能赚一大笔，而且龙虾公司十分看重商誉，绝不会违约。可笑的蠢货，被道德与信誉束缚，他们根本不明白，放弃道德会赚得更多。去，立刻付定金。马叔，鱼儿上钩了。洛克东德牛丁公司都是蠢材嘛。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谁又能比谁高到哪儿去啊？对了，马叔，过2天咱俩去参加个秦川工业酒会，琴局叫了几次，推不掉。最近钢管订单太多，我想着再扩增一条生产线。酒会的事儿，你带王自重去吧。王自重带着农用车，研发部400来号人，整天愁得头发都白了，是该让他散散心。也行，那这2天马叔你就把招聘的事盯紧了，还有给鹰将那批钢索。放心。对了，龙虾保密总局派人把1级保密单位的牌匾送来了，咱们一起去迎接一下。各位工友，从这个月开始，全厂所有职工每月会多发600块保密费。好，陆董事长来得够早，这边坐。今天不需要签到吗？您还记着呢。董事长，这是秦川煤炭集团的李守新，白手起家的狠人。闻名不如见面，陆董事长真是年轻有为啊！久仰久仰，李主席才是业内大咖。陆董现在可是我们秦川的风云人物，知道您今天来，我特意早到的。李主席有事？也没什么，就是想着帮陆董解决个难题。我们家大女儿……哎，老李，你不厚道啊！你家女儿比陆董大6岁，都30多了，合适吗？董事长，这是秦川化工的吴总100亿资产。搞了半天，这是要给我相亲？女大6抱2金砖，你懂什么？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家李妮妮是买的学历？要我说，我家二妮才配得上陆董。老王，你今天是想吵架？老子怕你！老王说，可惜身上没抓把瓜子儿啊。您不拉架？拉什么架呀？看俩老头打架多好玩。
您是陆董吧？初次见面，本人萧晨。有发机电董事长萧晨也是百亿老总。他没有女儿吧？有独女，听说挺漂亮的。萧总您好，听说贵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大型无人运输机，我们单位的机电系统还算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啊？哎，总算不是介绍对象的了。您消息够灵通的，哪天有空咱们好好谈谈。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您看怎么样？这么急，不会有坑吧？那好，明天我在巨龙钢铁厂等您。还是在我们公司吧，巨龙钢铁现在可是1级保密单位，我们进去不方便。行，这就走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这哪是酒会啊，分明是大型相亲现场啊！我女儿鹰将常青藤双硕士，诗词歌赋、钢琴吉他样样精通。你就是陆胜伟？我靠，这谁顶得住啊？我抽烟喝酒纹身，但我是好女孩。萧晨老登不怀好意啊！陆董，别看我女儿外表张扬，其实内心挺纯洁的。合作的事咱们可以聊，至于令千金交朋友这事儿，我要好好想想。白请他数百亿家业，您不心动？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我的目标是赚他几百亿，兑换出人造太阳，彻底解决龙夏的能源困境。王厂长带你们干得如火如荼，眼看着第一辆农用车就要下线，总得有个新名字吧？还叫山猫农用车怎么样？哎，不行，太小气，叫巨龙农用车。哎，巨龙农用车太大材小用了，叫秦川农用车。王老叔，你有什么想法？叫龙猫农用车怎么样？龙猫和龙鹰无人机一个调性，既保留了山猫的根，又加上巨龙的名，好，龙猫这名字好，姜还是老的辣，大家觉得如何？好，龙猫龙鹰一脉相承。这名字肯定发大财！我宣布，第一辆龙猫农用车正式下线，整车造价不超过1.5万，性能卓越。老王叔，最近辛苦了，接下来的测试工作交给马叔干吧。老马这时候想来摘桃子，他休想！董事长，您可听见了？不是我不愿意接，身价王厂长敝帚自珍呐。王叔，您身体还能撑住？老当益壮，您就放心吧。老王，东西是造出来了，可销路怎么解决？现在农用车市场早就被石峰、金杯他们吃完了。测试完，我亲自带人去地推。以前搞山猫拖拉机厂时，我在农业社有不少关系，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小陆，最后一批给鹰将的超级钢索已经生产完了，随时可以发货。通知洛克东德牛丁，我们货车抵达码头时必须支付尾款。顾主任，鹰将采购的样子货已经全发出去了，您还有什么指示？真的太好了！以前总是鹰将坑咱们，这下形势逆转了。对了，我们那批钢索海军反馈非常好，完全满足需求。那就好。下个月咱们的辽河号航母要海试，钟老点名让你参加。我一普通人能参加？你可是航母阻拦索的供应商，第一次实战测试，你必须参加。据说绞盆机的出云号改造也快完成了，到时候同台竞技，咱们正好压压他们的锐气。跳梁小丑而已。行，下个月我派专机接你，别忘了。龙夏公司疯了吗？货还没上船就让我们付尾款？他们说我们之前不讲信誉，所以坚持先付款后周转。没门，他们也不打听打听。洛克东德牛丁可是全球信誉3A 加评级，他们竟然把货拉回去了。总裁，鹰将国防部和金本奖会社都催了好几次，要不我们先付到90%？该死的巨龙钢铁！先这样吧。发货？发什么货？等他们全额尾款打过来，再说发不发货的事。这行吗？咱们做生意最讲究诚信。马叔，是他们违约在先，鹰将都飞龙起脸了，还讲个锤子武德，抛弃无用的武德，咱们可以赚得更多。我会让你知道，触怒洛克东德牛丁是多么愚蠢的举动。小陆，最近几天咱们的钢管销量很不正常。钢管销量不正常？怎么个不正常法？您自己看，从3个月前开始，销量一路猛增，第一个月3万根，第二个月6万根，这个月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万根，生产线都快冒火星子了。什么情况？一半销量都是白小阳直播间带来的，他能量这么大？我问了，他也搞不清楚，就说是粉丝下单。东西都发哪儿去了？天南海北都有，我马上认证了一份销售分布图。不对，马叔，你看，这些钢管怎么全送去边境城市了？东北、西南、西北，一个都没少。还真是，也没听说边境城市在搞大开发呀。奇怪，算了，先不管了，继续扩大钢管生产线。有多少订单，咱
咱们吃多少？这几个月，沙漠地区的恐怖分子火力再度增强，我们的士兵死伤惨重。不是已经切断了他们的火箭弹底材供应吗？他们在黑市购买了新的火箭弹底材，加强对龙夏钢管公司的制裁。将军，我需要提醒您，自杀式无人机也是那家钢管公司生产的。What the fuck！ 兄弟们，今天终于拿到正版货了，亚新105和卡桑火箭弹的底材。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钢管的生产标准吗？大家别急啊，我断烧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国内哪家钢厂有这技术？有机会一定要认识认识。给大家上2段视频，感受一下咱们龙夏钢管的火力。怎么看怎么像我家的钢管？不可能吧？主播，能把刚才那个钢管转个身吗？视频中的无人机是不是沙漠灰土改，底部还印着黑色龙头标识？这不就是我们厂的龙鹰01改进型吗？你猜的没错，沙漠的无人机确实有黑色龙头标识。什么？亚新105的题材就是我家的无缝钢管？自杀无人机就是龙鹰？总算搞明白鹰将为什么制裁我们了。搞了半天，不是鹰将在打游击队，而是在打巨龙钢铁。好，明天就把产能拉满，给鹰将好好上一课。看样子这位水友是老行家呀。没错，亚新105火箭弹的底材，还有威力巨大的梅良新炮，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那就是咱们龙夏国的民企巨龙钢铁厂。你说什么？要2000架无人机？你要多少？5000架？哎，别急别急，我先登记，需要先付一半定金，现在打款，我们立刻排产。发了，这得提成多少钱啊？哎，这什么情况？海外账户和私人账户怎么汇过来这么多钱啊？萨姆伊国际贸易公司、拉赫兰顿技术开发公司。对得上，厂长，电话还在响，源源不断有钱打进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怎么回事？半小时进账6个亿。董事长，您知道怎么回事？本来想明天说，事情是这样的，16个亿，怎么这么多？咱们这么搞，不会犯法吧？法无禁止即可为。咱们是龙夏民企，鹰将的长臂管辖妨碍不了咱们。那行，我这就开动员大会，全员取消休假，大干他100天。小陆董事长，你们厂最近挺热闹的嘛？领导，出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鹰将国防部明天上午10点钟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发布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总不能又制裁我们吧？还真被你小子猜中了。鹰将国防部现在要将巨龙钢铁列为特级制裁对象。特级制裁对象？只要和你们巨龙钢铁有关系的，不管是企业还是私人，都会遭受鹰将长臂管辖。我卖钢管你制裁我，我改卖煤气瓶你又制裁我，现在连无人机都不放过。放心，他们管不到国内。对了，你昨天说的大订单没问题，你尽管生产，上头我来协调。感谢领导支持，放心，祖国让巨龙钢铁往东，我们绝不会朝西踏一步。你自己把握好。董事长，顾主任怎么说？鹰将又要制裁，提醒咱们注意啊！这会不会影响咱们生产？钢管肯定不会，龙将无人机说不准。一会儿在官网发个公告，禁止改装无人机和钢管，同时限制个人的购买量。我马上去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啦，小莹的直播间不知不觉竟然成了军火交易所。哎，声明一下，我可是日月所照，皆为汉土的纯正黄汉，不要拿汉奸碰瓷我。哎，冷静啊，我们把走狗喷自闭了。据说下个月辽河号海试，有人已经收到邀请了。哼，谁要是能让小莹收到邀请，小莹可以答应他任何事。陆董事长不忙啦？突然变成军火商，不忙才怪。今晚9点，记得关注鹰将国防，有大新闻。大新闻？什么情况？保持神秘，你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今晚有大活，有神秘人告诉我，鹰将国防部要搞事情。哼，他们没活，小鹰给大家整一个。别说话，鹰将国防部发言人绿毛姐来了。
经过鹰将国防部调查，确认龙夏晴川巨龙钢铁公司为沙漠恐怖分子武器提供商。他们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火箭炮，对捍卫自由的鹰将战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我们强烈谴责巨龙钢铁支持恐怖分子的卑劣行径。我们奉劝巨龙钢铁早日悬崖勒马。这不是咱常用的词儿吗？鹰将啥时候学去了？学费交了吗？经国防部确认，现将巨龙钢铁列入特级制裁名单。任何胆敢购买巨龙钢铁的组织或个人，都将遭到鹰将国防部严厉惩处。发布会结束，大家稍等啊，小莹的整活视频来喽！大家睁大眼睛。整活视频来喽！获得本次大赛1等奖的是德州小学鲍勃·艾伦演唱的《我为祖国偷石油》。手扶机枪迎朝阳，有关车队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抗议谴责人随他。我为祖国偷石油，你家有石油，你家就是我。没问题，陆董早猜到大家会喜欢，下载链接放评论区了，免费自取。骂咱们的都是什么成分？鹰将大头兵偷石油不是常规操作吗？反贼太蠢，记录好他们的电话，全部上报给秦川安全部门。感谢陆董事长昨晚发的视频，我粉丝暴涨了10万多。那要怎么感谢我？您想我怎么感谢啊？陪我买衣服怎么样？月底有活动要参加，想正式点。陆董开口，小英还能拒绝吗？不过我想陪你逛街时开上直播怎么样？就叫亿万富翁普华无实的一天。行吧，明天下午见。周局长，你小子挺厉害嘛，又被鹰将国防部制裁了，还整了个大活。周局，是他们欺负人，我也没办法。年轻人有想法，你可是咱们龙夏第一个敢点操鹰将国防部的企业，给你点赞还来不及呢。您早说啊，我还有压箱底绝活呢。说正事儿，你们这次外宣策划谁搞的？市局宣传口，想请他来指导工作。这次活动策划您最熟悉。我熟悉谁呀？您侄子周存，我们厂办宣传负责人。他还有这本事，我怎么不知道？嗨嗨，家人们，看我拉到谁啦？大家好，我是陆胜伟。今天主题直播为亿万富豪朴实无华的一天，主角就是陆董。前些天订单暴增，生产线拉不开，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这件怎么样？带花边不太庄重啊。什么场合？预算多少啊？严肃且隆重的场合，预算嘛别太贵，最好不要超过100万。100万？陆董要参加什么活动啊？龙夏至高长老会议。两位预算充足，可以看看我们盛世华服系列，全套只要19.8万，看上去还行，要不试试？可以。哈，好帅的陆董啊！还可以吧。总感觉还差点什么。好，对了，皮鞋，您看这2双怎么样？黑色朴素大气，用料都是一呆狼头层小牛皮呀。怎么穿都行，不过要看您男朋友穿着习惯。黑色吧？我也觉得黑色好看。帅气，是个女孩见了陆董都要流口水。我又不是唐僧肉，行吧，都包起来。优惠完46万，您看可以吗？啊？为什么递给我啊？存款10亿，好想咬他一口，太惊人了！我要回家躲被窝里哭。陆董，那今天就这样吧。别急着走啊，还没给你买衣服呢。给我买衣服？辛苦你陪我逛街了。啊！我的妈呀，幸福来得太突然，这样不好吧？我花我自己的钱，有什么不好？你小子现在膨胀了。都和我打马虎眼。我问过周存，他说整活的主意是你出的。您说这事儿啊，我出主意，那不也要周存办的好吗？别给我们家周存戴高帽子。后天宣传口的培训，你必须参加。不行，后天有大事。什么事儿能大过秦川市宣传部门的培训会？大后天不行吗？就差这一天啊！一天就是1秒也不行。我跟宣传口的美女局长夸下海口了，你不能让我丢脸。那我让海军研发部的顾主任给你打电话。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什么顾不顾主任的？哎，你说顾主任，海军装备采购研发部的顾明，顾主任？对啊，是他。不过你也说了不行嘛，我这就退了海军的活动。哎，别，你小子千万别犯浑，海军的事儿重要，你去。真的不用顾主任给您打个电话解释解释啊？千万别，海军活动肯定比咱市区活动重要。你小子别贫，好好准备参加海军活动。
陆先生，奉命接您前往海军基地。太折腾了，我自己过去就成。您是航母舰载机生命线的奠基者，主任说了必须隆重点，我们都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出发。您稍等，我交代2句。老王叔还没回来吗？那老小子磨蹭了，半个月吃住在农业社。我要参加海军重大活动，出差几天。老马叔，你把工厂盯紧了，龙鹰无人机和钢管生产也要抓紧。我估摸着上头很快就会下达先令。放心，你离开这几天，我24小时驻守厂里。小陆董可算到了，来，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位。钟老身体康泰，这位是海军3号领导，这位是海军思想工作部主任，这位是辽河号航母指挥官。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小陆同志，龙夏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您太客气了，我也是略尽绵薄之力。听说你小子为出席海事活动，特意只了身40多万的行头，这事你都知道，我这不是重视吗？先不说这个，这几天鹰将的小鸡号航母和脚盆机的出云号都在海事，那事儿靠谱吗？您是说？放心，绝对靠谱。威廉先生，恭喜贵公司的阻拦所又成功拿下国防部订单。洛克东德牛丁集团以出品高质量武器闻名于世界，旋转门不止你们会用。愚蠢的雷神集团，真以为我们只凭旋转门就能搞定国防部？我们向来以质量取胜。稳了。我的妈！完了！该死的洛克东德牛丁杂碎，他们的代表在哪儿？抓来，给我把他抓来！将军，事故正在调查，我们无权抓捕。威廉先生是洛克东德牛丁集团副总裁，与三角大楼的领导们关系密切。4架猛禽烧成铁架子，死了21个人。现在，立刻，马上把那头蠢猪抓过来！总裁，航母阻拦索断了。您说什么？我负全责？开什么玩笑？当初是您计划找第三方采购的，好处费您拿了3000万，三角大楼真查起来，咱们谁也跑不了。威廉先生，我们现在应该自救。自救？一旦被发现我们从龙夏国采购阻拦索，转售10倍价格卖给海军，他们会杀光我全家。我们可以嫁祸给龙夏海军，就说阻拦索被龙夏间谍动了手脚。反龙夏可是国内的政治正确。你们的土拨鼠脑袋还是挺聪明的，就这么办。您说的情况我不清楚。您想知道什么？坐下说。这件事我可是亲临者，当时浓烟滚滚，场面十分惨烈。具体出了什么事儿？海军最新一代猛禽战斗机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致使阻拦索断裂。什么？雷神集团研发的猛禽战斗机出问题了？这可是大新闻啊！我们不讨论可能性，只说亲眼看到的事实。小7号航母明早会停靠在海军船坞修理，我想您该去那儿寻找答案。威廉先生，我的表现如何？表情太夸张，伸手要钱的样子，还不够贪婪。小陆，这都几天了，鹰将和脚盆机那边还没动静吗？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什么意思？暴风雨前的平静，鹰将和脚盆机这2天什么消息都没有，不正说明有问题吗？这么说也是。早点睡吧，你明天一早可是要办大事。你也是，别仗着年轻吹海风，祖国需要你有个好身板。顾主任，天还没亮呢，活动提前了。你小子快过来吧，领导们都来了，那件事闹大了。鹰将那边有情况了？不止鹰将，脚盆机也出问题了，1、2句话说不清。你跟着门外的卫兵到参谋部来。顾明，我问你，这批航母阻拦索到底有没有问题？辽河号海事不是演戏，真要出了问题，咱们这一屋子的人都要上军事法庭。领导，我以战士的荣誉向您保证，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陆审委，你快给领导解释解释，卖给鹰将阻拦索那事儿。什么情况？辽河号航母指挥官也在。小陆同志，鹰将小7号与脚盆机出云号出事的事儿你知道吧？我操，战果这么大，怎么不得给我颁个奖？抗英先锋、抗日英雄什么的。严肃点，领导还在呢。你意思这都是你的手笔？领导高抬我了，这事儿我和顾主任说过，他同意我才敢干。但脚盆机航母出事儿确实是意料之外，我只想着坑鹰将一把，没想到脚盆机居然有从门路从克洛东德牛丁公司弄到阻拦索。所以鹰将和脚盆机航母用的阻拦索也都是巨龙钢铁生产的。是，但巨龙钢铁卖给他们的钢索做个手脚，我可以证明。顾主任，您没告诉领导们？当时一是怕走漏消息，二来我对抗鹰将航母也没什么信心。顾主任，你这操作可把领导们都整懵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俩搞出来的。是我的主意，顾主任拗不过我，也只能同意。你小子胆子挺大，万一不合格的阻拦索误用到咱们航母上，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领导，真出了问题，您枪毙我都成。高品钢索和残次品前后生产时间不同，绝不会出现掺杂的低级错误。为了最大程度避免问题发生，我决定推迟辽河号海试全面检查阻拦索性能。领导，我以小命保证，阻拦索绝对不会出问题。要是真有问题，您立刻枪毙我。领导，海试日期是早定好的，各方嘉宾都在场，阻拦索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以战士的荣誉发誓。钟老，您怎么来了？我在外面都听到了，推迟海试是稳妥，但不是最合适。巨龙阻拦索的测试我也有参与，我告诉你，龙夏找不出第二家比他们质量更好的，更何况小陆同志也说了，这是他的手笔，你还怕什么？怕小陆坑害咱们海军吗？这样吧，我这老家伙倚老卖老，阻拦索真要出问题了，你也可以枪毙我。那怎么可以？您可是我们海军装备研发的定海神针，你小子还当我是定海神针？既然钟老支持，这样吧，做好两手准备，不明立刻通知消防兵制定阻拦索断裂救援方案，其他人按原计划进行。今天上午9点如期海试。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件事能实锤，简直离谱！最初我还以为是娱乐新闻呢。雷神公司啊，指责洛克东德牛丁提供的阻拦索有问题。洛克东德牛丁呢，咬死不承认，认为新一代猛禽战斗机设计有问题。放心吧，很快的。消防救援小队随时准备完毕，剑桥指挥正常，宾客陆续抵达。甲板清理小组准备完毕。美玉大事有静气，别紧张。钟老说的是啊，大家打起精神，在最后检查一遍。陆先生，您怎么没穿正装？我可听说您为这花了40多万呢。当时冲动买的，最后还是觉得这身工服合适。西装再好也不是龙夏的，这件可是正儿八经的国产，代表我们巨龙钢铁来的。你那件盛世华服呢？怎么没穿出来瞧瞧？您老就别取笑我了，这身工服不也挺好的？年少多金，最容易走上歪路。不过你今天穿这身很好，出席这种场合的嘉宾大都是代表集体来的。您教育的是。有兴趣加入海军研发部吗？加入海军研发部？我都26了，能成吗？才20多岁，我们这许多研究员快40才加入组织。小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的位置靠近剑桥，跟我过来，别慌。钟老，顾主任，咱龙夏核动力航母开造了吗？想要飞，至少学会跑吧。咱们现在才起步，别那么着急。您的意思是，下一艘还是常规动力？赚钱，我必须赚更多钱，解锁人造太阳，加速龙夏核动力航母进程。钟老，对不住了，我恐怕暂时没办法加入海军。海军建设不是一蹴而就，整理衣装，海试准备开始了。龙夏海军辽河号航空母舰首次海试开始，现在即准备起飞。百年屈辱，一去不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足壮海军威。蛮夷外族，面对巨龙的咆哮吧！我们成了，我们成功了，小陆，我们成功了。钟老，你快看呐，阻拦索没问题。都消停点儿，我们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是。顾主任，我就说咱们的阻拦索没问题。本来没啥事儿，是领导们太紧张，关心则乱嘛。小陆，一会儿合影时你站在指挥官身边，这是钟老和我的意思。对了，你今天这身衣服不错，这合适吗？我一个民企董事长，小伙子，好样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顾主任，军报的同事问这事儿能发新闻吗？当然要发，鹰将和脚本机的航母都出了问题，咱们必须发新闻，让世界看到龙夏海军的力量。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辽河号海试成功后的合影。哎，老马，你快看，那是咱陆董吗？还真是，陆董怎么穿着工服上镜？不过这样也好看，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咱们巨轮钢铁了。哎，陆董旁边的老头是谁呀？看起来挺厉害的。什么老头？那是航母指挥官，放在古代就是天下兵马副元帅。那也不是多厉害嘛，上头还有人。你还是去洗碗吧，和你说不明白。别乱说，陆董是陆董，我是我啊。陆胜为参加航母海试了，我错过了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提前知道消息也能蹭蹭流量呀！辽河号海试成功，单服1大白。大家理性发言啊！这次虽说海试成功，但距离形成战斗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比这个呀，我更关心鹰将和绞盆机此刻的反应。龙夏航母成功了，他们一个起火，一个还在甩锅呢。威廉先生，三角大楼下令彻查小7号航母事故，雷神公司，我们公司部分高管都被带走问询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惊慌的土拨鼠不用担心，总裁已经打点好一切，无论他们问什么，你就说不知道。这行吗？那可是 FBL 调查员。相信公司，我们已经搜集到足够多的雷神公司黑料寄给报社，很快公众的注意力就会被他们的丑闻吸引。雷神公司太蠢了，非要和我们鱼死网破，不自量力。说，到底是谁让你采购的劣质阻拦索？别打，别打呀！我全都说，这批钢索是从洛克东德牛丁公司购买的。事到如今还想隐瞒？洛克东德牛丁公司的阻拦索质量全球第一，我们怎么没查到证据啊？他们为保密没签合同，走的都是黑市账户。现在还不肯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龙夏势力了？我没有和他们联系，只是因为洛克东德牛丁公司的阻拦索是从龙夏公司采购的。还想狡辩？堂堂洛克东德牛丁公司需要从龙夏购买阻拦索？胡言乱语，割下他的舌头！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别再打了。科长，这头马路说什么也不肯开口，难不成另有隐情？勾结龙夏的叛徒能有什么隐情？再这么3天还不开口的话，扔进狗窝，天皇震怒，总有人背锅，只能算他运气不好了。三角大楼死咬不放，给他们40亿美金，堵住那伙秃鹫的嘴。我们出15亿，剩下的钱让雷神公司出。我立刻联系。威廉先生，雷神公司同意了，但要求我们参加后期航母的修复工作。还有绞盆机方面，告诉外贸会社，三角大楼已经追查到我了，需要50亿美金平息事态。先生，龟田次郎电话始终打不通。这位是东海海军2号领导，那边碰杯的是北海海军领导。你是小陆同志吧？我是陆胜伟，您是？年轻有为，龙夏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就放心喽。这位是张局座，海军装备专家，钟老是他的学生啊。张老，你好。老师，我常向您提起他。退休的老家伙了，以后咱们龙夏海军还要靠你们年轻人，好好干吧。小陆，上次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干？钟老，您怎么又挖我墙角呢？你小子都是我带出来的，什么叫挖你墙角？钟老，加入海军后，我还能经营工厂吗？可以是可以，但肯定没太多自由。对不住了，钟老，我需要赚很多钱，把系统黑科技全换出来。钟老亲自带你，你还不乐意啊？我多赚些钱，以后军一艘航母不也是报效龙夏吗？小陆同志，这次你可是让我们提心吊胆呐！该我敬您一杯才是。昨晚参会的同志都受到了保密禁令，你的事情除了我们，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鹰将和鸡脚盆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可不会踏出咱们龙夏半步。话是这么说，但总归有防备。我已经请示上级，加强巨龙钢铁周围的警戒等级，保护你的安全。敌特反贼无处不在，必须时刻警惕。多谢您关心，我会注意的。听钟老说你拒绝了邀请，没关系，在外面也能帮助海军工作嘛。小陆，你可算是回来了，快去看看吧，老王都快疯了。老王叔怎么了？还不是龙猫农用车的事儿。他在农业社待了小半年，发现农用车不少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下午海军方面会派人来挂牌，咱们先把这事儿忙过再说。陆总，您可算回来了。龙猫农用车在乡下反响很好，就是还有点小问题，改进后肯定销量爆炸。咱们找个地方，我给您好好汇报。别急，王叔，咱们有的是时间说。您当然不急了，人家老马手握钢管和无人机生产线，堪比印钞机。我老王加入巨龙钢铁来，可是寸功未立啊。
等下我海军挂牌过了，我好好和你说道说道。龙猫农用车说破天了，也就是个农用车，能有什么大问题？你小子可算是回来了，我都快被宣传局烦死了。听说宣传局局长好像是个女的，收据欠人情了？别胡说，单纯同事间帮忙。过2天你安排时间，带周存一起来做个培训。行，说好了，这次不改时间。陆董事长最近可是风光无限呐！昨天看见您和航母指挥官的合影，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当初愿出3000万求一个名额都没人搭理他，现在倒是主动来问候了。黄总说笑了，您是想问无人运输机研发速度吗？差不多在半年就有结果。不急，单纯问候2句，有空聚聚。改天我介绍龙夏富豪圈子里的大佬给你认识。行啊，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总裁，陆董怎么说？我们申请的小型无人机送货服务被空管部门以安全隐患为由拒绝了。您看要不要直接向他求助？别看陆这位年轻，说话滴水不漏，他心思缜密，和他的关系还没熟到随意开口的程度，再等等吧。家人们，看看小莹发现了什么？巨龙钢铁有情况！家人们坐好了，小莹开始飙车啦！小姑娘，去别处直播，这儿不准拍。大爷，我和你们陆董认识。你认识陆董？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听听。白小姐怎么来了？恰巧路过。陆董，你们忙什么呢？可以拍吗？海军挂牌，合作单位可以拍，正面宣传吗？龙夏海军友好协作单位。兄弟们，先别睡了，大的药丸又来了！巨龙钢铁加挂海军友好协作单位的牌子了。陆董现在厉害了，改天再来个专访。别，你知道我不喜欢面对镜头。上次咱们买的衣服就是为了航母海试典礼准备的。哦，不过你最后只穿了皮鞋。陆董日后再要发财，别忘了我。白小姐直播月入10万，还缺钱？缺呀，陆董不也是吗？年入几亿的大富豪，还不是努力工作，可劲儿赚钱。我赚钱有大用。我也有大用啊，攒嫁妆呢。白小姐说笑了，明明是你先开玩笑的。去办公室坐坐。保密单位，我怕忍不住直播被抓走。改天你们搞活动再请我来吧。那可说好了。感谢陆董开恩，让我赚了一波流量。改天再聊。居然让海军想先了。巨龙钢管的质量极好，你们抽空去一趟。领导，下个月有重大演习，您看咱们过3个月再去怎么样？你们看着办，我只要结果。是。领导，叛徒归田！你说的龙夏航母阻拦所供应商是不是叫做巨龙钢铁啊？是巨龙钢铁。伟大的鹰将居然要向龙夏民营公司购买阻拦索。这么说来，只要派些特务混入巨龙钢铁，就能得到阻拦索技术？没那么简单。巨龙钢铁是龙夏保密单位。军方肯定会安排警卫日夜巡查。这还不简单？我们招募专业间谍混进去，龙夏人集体性强，但不是还有弯刀草莓兵吗？找他们肯定合适。王厂长，挑重点说。陆董，经过183天下乡调研，我们发现龙猫农机还存在6大问题：动力足，但通过性不好，容易刮蹭底盘；单排座位不满足需求；前驱动力爬坡吃力。还有其他的吗？这才5点。最后一点最重要，防锈期不合格。第一辆下乡的农机才经历5、6场大雨，车厢钢架和底部横梁居然生锈了。防锈、动力、底盘、底座。就这6个问题，要完全解决，成本至少增加2万，成本增加，售价必然增加，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成不了。先别急，2周内我一定给你解决方案，确保成本不会大幅提升。防锈期专利都在鹰将和绞盆机手里，董事长要怎么解决啊？董事长，大型无人机研发十分顺利，已在试产关键零件，不出半年就能搭建完整的生产线。马厂长，项目不要急，要保证质量。逆风速运的王总催过吗？他也觉得咱们研发太快，怕没有质量保证。
告诉王总，尽管来厂里看，不会让他6亿研发费打水漂的。王总倒是想来，可他进不了厂啊。除了正式员工，谁进来都要严格审查。有事儿？工资不够想加薪了？咱们账目出问题了？可我最不擅长猜女孩心思，你说吧，只要不违法，厂里都能帮你解决。董事长，我有个学弟刚毕业。他都快30了，学弟才毕业？博士毕业，那感情好啊，直接安排他来面试。本科也是提篮桥的，他犯的事儿是帮老板做假账，老板跑路了，责任都被他扛下了。能帮老板背账是位勇士。这样吧，简历先给我，我去想办法。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他和你不一样，进厂要先当库管，至少干满1年。谢谢陆董。还有事儿？董事长，咱们账上目前滞留了36亿现金，您看有特别安排吗？什么时候放这么多了？最近几个月，巨龙钢管和龙鹰无人机销量大增，很多客户都是全额付定金。董事长，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咱们可以搞资金拆借、融资租赁那一套，收益比银行利息高不少。放高利贷？这个让我想想，毕竟咱们是搞实体经营的，必须慎重。你小子搞大事情又不通知我，再有下次，我可把你拉黑名单了。您说哪件事儿？装傻充愣，海军挂牌呀！要不是我家小周发视频，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这事儿是顾主任临时通知的，让我们低调来着。满嘴跑火车，让你低调，你还搞直播？昨天半夜省厅领导来电话问情况，我两眼一抹黑，脸都给气绿了。周局，您太冤枉我了，我昨天才回来，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处理。说起这个，我们新下线的龙猫能用车，你能不能联系农协会帮帮忙啊？要帮忙又想起我了，有奶便是娘。下次再有挂牌的好事儿，记得别叫我。您这话严重了，我哪敢不叫您啊？少贫嘴！明天培训过了，农协那边我给你联系。感谢周局。黄良，联系一下市农协，看看他们旗下农机销量情况。局长，农机销售一直是李家的生意，李家在秦川农业圈子几乎是垄断地位。李家怎么了？龙夏实行市场经济，巨龙钢铁造出了农用车，难不成不让人家卖？我最厌恶家族垄断。你去传达市局的窗口指导意见，让李家别误会。是，局长。二少爷，农协的人来电话说，市工商局要推广新的农业车，您看这事儿还用问我？哼，秦川的农机销售是我李家的地盘，别说市工商局，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插手。告诉农协，他们敢答应，我们李家每年的捐款可就没了。是。市局要推哪家的产品？本市的巨龙钢铁。巨龙钢铁不就是那个新进的暴发户吗？他们董事长是不是个小白脸，叫陆慎维？是他，我早看他不顺眼了。一年财政几个亿，也配当秦川首富？给我李氏集团提鞋都不够格。警告一下巨龙钢铁，秦川农机市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插手的。二少爷，董事长让我们不要招惹巨龙钢铁，那块海军友好协作单位的牌匾分量不轻，人家都要在我们头顶上拉屎撒尿了，这还能忍？不就是狐假虎威，有什么军工背景吗？看把你们吓的！提醒他们眼睛放亮点儿。二少爷真是鲁莽，不过这事不一定非要用武力解决。二少爷说的对，是该教训他们。王厂长，董事长都喝多了，您别再敬了。什么喝多了？小陆董酒量好着呢。老王说，改良农用车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技术不行怎么买？没专家了，就砸大进去挖。总之，巨龙钢铁有钱。好，董事长，今天喝的差不多了，咱们散了吧。什么差不多？喝，别拉我，我没醉。周存是吧？我记住你了啊，小陆董，咱们下次继续喝。我昨天没说什么混账话吧？您口风姐就是一口一个小陆董，听得我们直打哆嗦，还说董事长不懂事儿，和您家儿子一般大，得叫您一声王叔。我真这么说？妈，喝酒误事啊！我要给董事长道歉。
董事长，我……老王叔，来的正好，油漆和后期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道歉的事儿不要再提。现在去会议室研究新方案。周存收到，通知龙猫农用车研发部临时开技术论证会。这就是 Quattro 全时4轮驱动技术的核心，能大幅提升车辆通过性。另外，这是新的防锈涂料配方，可以保证10年不锈。Quattro 4轮驱动技术，怎么没听过？听上去就很厉害啊！但能防锈10年的油漆，怕不是陆董高价买来的吧？董事长，这些解决方案不贵吧？一共也就3-2万，绝对不会增加太多改造成本。董事长放心，我们不眠不休，保证3个月出成绩。别给团队太大压力，有什么问题尽量向厂里反馈。董事长，您的课件我准备好了，内容我看了，做得挺好。这次培训你来讲。我来讲？董事长，我怎么不自信啊？年轻人就要多锻炼，这不就成了？出门后帮我要杯酸奶。董事长，这2笔账单什么情况？马厂长还是王副厂长花的？马叔和老王叔啥时候这么飘了？董事长，这2笔支出是您昨晚花的，明细写的是技术升级费用。啊，这我什么时候？糟了，不会是昨晚醉酒的时候？这几张单据先放着，回头建好给你。Quattro 4驱驱动技术标价2000没错，防锈涂料标价2万也没问题。我尼玛，1万元！之前兑换技术售价都是元，怎么突然变成1万元了？系统，你玩我？你欠我一个解释！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兑换单位怎么从元变成万元了？检测到宿主拥有的现金余额增多，已自动升级系统商城兑换单位为万元。自动升级？你他妈可真贴心啊！王厂长，来我办公室一趟。董事长，您找我？除锈油漆的事琢磨怎么样了？正准备找几个搞化工的专家帮着看配料，我寻思1个月搞定。不用找了，咱们自己招人。油漆配方一定要保密，列为厂里绝密内容。就个油漆，您怎么这么紧张？这可是售价2亿的除锈漆配方，能不紧张吗？龙猫农用车关乎厂子多元化发展，我必须亲自抓。还有4轮驱动技术，最好挖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过来。行，有您亲自操刀，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小陆，有必要整这么大阵仗吗？马叔别担心，我会把控局势，龙猫农用车绝不会亏本。谁家搞活动这么奢侈？他们呀，李氏集团李家正要和您说。陆董事长来了，我来给你介绍介绍。那就是陆慎为，冤家路窄。二少爷，他就是市局找来培训的。一会儿给我卸他一条腿啊！二少爷，这不好吧？看把你吓的，我就开个玩笑。不过如果他真要插手秦川农机市场，也不是不能打断他一条腿。二少爷放心，是农协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只要农协不给补贴，任他巨轮钢铁的产品再好，也卖不出去。周局，我就说你们家这小子行吧？农用车的事儿，我已经跟市农协打过招呼，有点难度。他们常年接受李氏集团的捐赠，几乎被李家绑死了。李氏集团，那就是对门那家。对，就是他们。龙猫农用车的销售对象可不限于咱们秦川，我们会向全国搞销售，但是要回忆2亿2000万技术升级成本，就要吃下至少3个地区的农机销售市场。所以李氏集团获得很大。你忍一下，我挣钱有大有，面向全国，胃口不小啊！所以您别总把海军挂牌的事记在心上，没准过2天陆军还来挂牌呢，我肯定招呼您。看把你能的，你咋不上天呢？陆军要是能来给你挂牌，我周子倒过来写。你小子也别吹什么卖到全国，先把秦川市场收了再说。李氏集团卖给农民的农用车性能极差，出了10多起翻车事故了。工商局联系他们还反咬一口，我们暂时也拿他们没办法。李氏集团把持着秦川的农机市场，你们要跟他们碰，市里的态度可就微妙了。周局放心，我们正在升级农用车，升级完成，现有的农用车绝不是我们的对手。市局的态度是支持公平竞争，不过你们巨龙钢铁不用下三滥手段，保不齐别人不用。您是说李氏集团？我可没说，是你自己说的。董事长，他们要的都是您的威信，我人微言轻，人家压根不理我。收据侄子的身份还不够？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你就说你自己是董事长秘书，2号领导，这身份地位不就上来了？啊，我以前不是，现在是了。明天去人事部办手续，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从明天起，你盯着龙猫农用车升级项目。董事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陆慎为这小子
是给我下套呢。刚说完李氏集团的事儿，他就提拔我侄子当秘书，摆明了要拉我下水，帮他对付李家。约一下李氏集团的销售总监，他们最近做得太过，该敲打敲打了。还有农协那帮人，也该敲打一下。局长，您不是说神仙打架，咱们作弊上官吗？谁让咱沾亲带故呢？别看陆董年纪小，打出的牌我不接还不行。不就招聘4名化工专业毕业生吗？几千份简历是怎么回事啊？董事长，这都是挑过的，最低211硕士，我和马厂长选了一下午，这3200份都不错。3200个，你们看着选吧，机灵点儿，学历最好空着在硕士。王总，你好，你好，陆董，我过2天路过秦川，想来拜访您，随时欢迎。您来了正好，我们刚改造好的农用车生产线，正好让您指导指导。农用车我可不大懂。通知白小莹，后天逆风宿运的王总来考察，让他来做一次直播专访，还有市台的目击者和周局都给叫上。龙猫想要走出秦川，这声势必须先造起来。董事长，我挖到一个乘用车技术团队，不过对方开价太高，最低月薪不低于15000。老王叔，咱们厂现在初级平均工月薪都16000了，他们才要15000，不高。龙猫能用车团队的底薪应该更高，您觉得合适，全给咱们挖过来。啥？工友们最低月薪都12000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还有，明天逆风宿运的王总来，你负责推销龙猫能用车。我还是让周存来吧，那小子口才好。也行。陆董搞得太隆重了。王总，好久不见，咱们边走边说。我操，王家伟龙下最神秘的富豪之一，巨龙钢铁要和逆风速运合作了。之前逆风速运采购了一批龙鹰无人机搞运输，后来黄了。王总，这是我们最新产品，龙猫农用车，30升汽油能跑400公里，拉人拉货2不误。30升跑400公里，这小白脸真能吹。要是真的单瓶油耗都无敌了。这不就是给我们公司量身打造的吗？如果真合适送货，我们可以考虑订上几千辆试试。王总要订几千辆？周存，刚才王总说要订多少辆？5000辆。王总好像是这么说的。歪日，陆董这是给人家下套呢。真正的商战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吗？陆董说的我心坎上了。我们先订上5000辆，试试效果。黄总爽利，咱们会议室说话。阳谋已成，对不住了，王总，先拿你给龙猫农用车回血。陆董，其实这次来主要是想打听点事儿。我们从贵公司采购的龙鹰无人机质量极高，但申请开通运输航线遇到了点状况，上头不给批？也没说不批，就是审批过程太慢。8个月前上报的申请，到现在还没回信。果然是为此而来，我找关系试试，但不保证能成功。有您这句话，我就满足了。顾主任，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是合作企业逆风速运想在国内开通无人机运输航线，您看。你的事儿我可以帮，逆风速运就算了，我和他不熟。别啊，您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我。我们巨龙钢铁发达了，造的东西质量不就能更好吗？那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1周之内解决。另外，告诉逆风速运，赚钱可以，但不要乱搞，快递小哥的待遇问题也要好好解决。王总，您都听到了吧？听到了，听到了。我下个月就给员工补条底薪。陆董，方便介绍这位领导？我可以介绍，但领导不一定喜欢。那就算了，劳烦您从中传话。搞了8个月都摆平不了的问题，陆董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这关系也太硬了。龙猫能用车升级完成后，我再和您联系。不用，我会亲自登门取车，别说5000辆，就是10000辆我也买单。白小姐，麻烦把今天的直播内容删了，双方企业战略合作，明天新闻发布你就知道了。多找几个主播转发咱们接待王总的报道，声势一定要造起来。好的，董事长。市局黄科长那边，黄玲精着呢，肯定会给周局长带话的。巨龙钢铁宣布与逆风速运达成战略合作，逆风速运将采购5000辆龙猫农用车用于快递运输。消息一出，全网哗然。一堆垃圾组合，防锈期都不合格，还想和我们李家竞争？听说工商局的周文想
想给巨龙钢铁帮忙？是，昨天找过销售总监，说什么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他们那种垃圾货也配？既然巨龙钢铁不识抬举，也该给他们点教训了。听说一会儿董事长要来，咱们4个都是董事长亲自带，直接成御林军了。找你们进来，是要研究一种专用于农用车的新型防锈涂层，这就是配方说明，你们看看。董事长，配方都有了，我们只需要寻找原料调和，没什么难度。2个月能搞成吗？足够了。2个月内搞成，奖励10万。什么分2万5？让外人知道，还以为我们给不起奖金呢。每人10万。每人10万，董事长放心，我们就是累死也要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董事长，咱们在乡下的农业社分点被砸了，闹事的是李氏集团招来的小混混。李氏集团，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当我们巨龙钢铁是泥捏的。既然你们听不懂大乘佛法，老僧也懂些许拳脚。董事长，您说怎么办吧？咱们的工友们随身携带自家生产的钢管、防身用，没什么问题吧？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了。照着腿打，狗腿最抗揍。主管，这么搞没事吧？人家都骑咱们头顶拉屎了，你还问有没有事儿？打他妈的！董事长都说了，打坏了包赔。兄弟，有话好好说嘛。说你妈个头！都跟我上，打死一个算一个。大爷们，求求你们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已经报警了。搞得我们才是坏人。兄弟们，董事长来了。陆董，你可算来了，快让你的人把那3个放了，都快断气儿了。胡闹！把人给我放了！先放了，回头再找机会收拾他们。给您添麻烦了，您放心，不会有下次。陆董，管好你的人，下次再弄出大动静，我可不保证能压住。麻烦了，您放心，不会有下次。我说的是把人绑树上这事儿，要绑也绑在店里，该教训教训，狠狠揍，但绝不能给巡警叔叔添麻烦，都知道了吗？董事长放心，我们绝不再给您添麻烦。行了，滚蛋吧，去找财务，每人领2万奖金。陆董，听说李氏集团的流氓去闹事儿了，没事吧？不过你也要小心，李氏集团的下三滥手段不止这么点儿。二少爷，网上现在声讨巨龙钢铁的网友很多，我要让巨龙钢铁身败名裂，让陆慎为跪着来求我。董事长，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李氏集团的黑料，我已经联系好了6家媒体，准备集中爆料。先放一放，等龙猫能用车升级完成之后再打爆，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我要的是一击毙命。董事长，上周脚盆机海啸，不少企业都在捐款，303警都发了倡议，我们是不是也给脚盆机捐款？放屁！山川夜雨，不共戴天才对。前世大地震，脚盆机第一时间派会测组来搜集我们山川地貌信息，后来假惺惺的捐的又是什么千纸鹤？捐别人捐物，咱们也捐物。告诉工厂家属，每人至少叠4个千纸鹤明早送来。董事长高明，那祝福语怎么写？他们不是信奉往生吗？那就祝脚盆机灾民们早登极乐。对了，别忘了到时候用钢板把集装箱焊死，免得咱们一片心意损坏。您放心，我会用最好的集装箱发货。线上雇水军，线下找流氓。如果你不姓李，我现在就打断你的腿！巨龙钢铁背后有市局和军方背景，你惹他们简直找死！哥，是他们非要横插一杠子，愚蠢！我已经调查过，龙猫农用车品控极差，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把网上的水军撤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哥，他们正在升级农用车。放心，只要他们敢放出新产品，我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我给你安排了澳洲邮轮，放个假，好好休息。李泽文，你以为你是谁？想支开我独揽大权？哼，休想！你不是想对付巨龙钢铁吗？哼，我偏偏不让你如愿。
龙夏国发来的，上面写的什么？山川异域我认识，后面4个字儿肯定是祝福的话。哎，快找切割机来，用这么厚的钢板，里面肯定是好东西。最好是棉衣和食物，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干巴鲁，你那桑，干巴鲁，越是切不开，里面肯定越是好东西。这是千纸鹤？不可能，龙夏人怎么可能送来千纸鹤？这可是我们最喜欢送给别国灾民的。混蛋！老子要猪豚骨拉面，我要吃拉面。早登极乐。如果没猜错，脚盆机那些垃圾肯定在骂我。董事长，您可是大善人，给他们送去绝望中的祝福，他们怎么会骂您呢？别贫了，盯紧进度，月底必须完成龙猫农用车升级。董事长，龙猫农用车改进款首批试产已经下线，定价方面投入2.2亿，每台至少加价4000才能回本，但这一点钱对很多农家来说可能就是无法承受之重。既然定位是农家车，就提质不加价，还是定价2万。还是2万？您这是打算赔本赚吆喝？这么牛逼的技术堆出来的车，算是吧。而且之前已经卖出去几百辆，全部召回，免费升级换新，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把卖出去的全都收回来换新？对。巨龙钢铁宣布，因重大技术升级，将召回所有已售出的初代龙猫农用车，并为车主免费更换为全新龙猫农用车02型。问问巨龙钢铁在搞什么？消息都放出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陆董、马厂长，所有高层的电话都打不通，连周存的电话也打不通，不对劲儿，肯定出事了。安排车，现在去巨龙钢铁。局长，市农协那边不是已经通过了龙猫的补贴吗？李氏集团现在是李泽文当家，那人心狠手辣，比他弟难对付多了。快，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退后，通报你的姓名并出示证件。我，同志，我们是秦川工商局的，想进去找陆董。退后，任何人未经允许，禁止靠近巨龙钢铁厂。冒昧问一句，要经过哪个部门允许？无可奉告，你们涉嫌窃取军事机密，现在禁止离开。什么意思？我就在门口转一圈就犯法了？巨龙钢铁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阵仗！你是陆胜伟，西部战区陈光。报告领导，我是陆胜伟，您叫我小陆就行。小陆啊，门外抓到2个形迹可疑的人，叫周文、黄良，说是工商局的，你认识吗？认识，是市局工商局的周局长和黄科长。带他们进来。小陆啊，你知道巨龙钢管和龙鹰无人机在外面干什么用吗？领导，我们没抢着军用，都是外人自己瞎搞的，我们可是民企啊。小陆啊，这2样东西能给我拼一块用吗？拼一块？什么意思啊？无人机上焊钢管，还是焊管上焊无人机啊？难不成西部战区也玩沙漠那套？您是说无人机下面挂载火箭炮？我的想法更简单，把无人机塞进钢管里，当炮弹打出去，代替单兵火箭筒，一点就通。西部战区最近在研发新式单兵武器，弥补火力不足的问题。龙夏陆军是出了名的火力不足恐惧症晚期，还说火力不足？领导放心，难度不大，半年时间就能搞好。好搞，需要我们支持了，尽管开口。对了，定金怎么算？领导说笑了，能为陆军处理是我们的荣幸，定金免了。这可不行，先打500万定金过来。您太客气了，差点忘了，头巾白下跟咱们边境冲突，你应该知道吧？我们在冷兵器上吃了亏，所以想委托你们打造一批平战两用的冷兵器。平战两用？狼牙棒、大光刀？很齐，最好1周内给我大体思路。您留下一位同志负责联络，我保证1周内搞定。陆董，这事儿和我们关系不大吧？关系不大，但也需要周局多支持。工商局的突击检查，短期内……放心，我代表工商局全力支持，质量安全大检查首战
不安排你们了。董事长，单兵冷兵器交给我，单兵无人机武器改造我来办。这件事我亲自抓。老王叔，您盯紧龙猫农用车营销。咱们改良款农用车还没上线，市农协那边就把每辆1500块的补助批下来了。这么顺利？市农协不是李氏集团把持的吗？事出反常必有妖，各大媒体都联系上，咱们也搞个新车发布会。农用车搞发布会，没人搞过呀。没人搞，咱们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平战两用，还有坚固威力。系统商城里多功能铁锹、狼牙棒、大关刀，就他们了。马叔，这是我瞎琢磨的，你看看合适吗？这太合适了！关刀、狼牙棒是传统兵器，这多功能铁锹设计独特，完全符合西部战区需求。董事长，您上厕所的功夫，连图都画出来了。既然合适，立刻排产。钢管和煤气瓶生产线先停下，给这3件装备让路。3天内至少生产1万件出来。时间有点紧，我立刻安排。大家辛苦点儿，补贴跟上，别忘了刷防锈期。任务明确，3天内生产1万件特殊装备。马厂长，您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调整生产线就要1天，什么活儿这么紧？突击生产3天，所有参与的工友每天1000块加班费，有不愿意的现在可以退出。3号车间表个态啊，哪个兄弟车间吃不消，我们完全可以代劳，不过加班费要给我们啊。老刘，你想得美，算盘珠子都快打我脸上了。任务怎么分配我不管，但绝不能耽搁生产。马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周先生，我知道巨龙钢铁有钱，可你们找我一个乘用车测评主播评价一辆农用车，不合适吧？您开个价，100万，3期测评怎么样？100万？你们的车有问题？车没问题，只是没什么名气。这150万，这是我从业以来单笔最高收入了，但是逼格180万。局长，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啊！我现在这么值钱了。农业是龙下根基啊，农用车测评倒是新鲜。这样吧，你先把定金付了，我好好研究研究怎么测评效果更好。您答应了 ？No way！ 是你的诚意打动了我。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他们给的实在。陆董，农用车宣传这边，车评人区长已经谈妥了。另外，我还联系了先不提连大人，但他坚持不收钱，说是您帮过他，这次就当还人情了。连大人，我帮过他？是，他没细说。不过我还是坚持付宣传费，但他没收。难道是四儿子店那个小姑娘？哦，对了，七哥还推荐了一个叫军情阿丁的主播，粉丝很多，但专做军事解说，不知道合不合适。我们200万的预算已经花完了，再请他需要您批示。军情阿丁，军事圈的白晓生，粉丝年轻很强，拉上他，必须拉上他，钱不是问题，扩大宣传面。好嘞，那我马上联系。发布会定在1个月后，咱们这次要推2款车。龙猫02型改进款和龙猫03型性能款。定价方面，改进款还是2万吧？那性能款呢？我感觉和绞盆机的吉姆尼定位有点像。古尼奇，高价低配的垃圾车，别拿它跟咱们比。性能款主打越野和娱乐，是大号的越野玩具。那定价6万。性能款就卖3.68万，改进款还是回馈农民兄弟。性能款是收割城市中介，价格不能太高，薄利多销嘛。3.68万，董事长，这价格太低了，我觉得卖4万都有人抢。别急，这只是咱们的试水之作。报告领导，巨龙钢铁来电说他们已经完成了3件装备的生产，询问我们是否需要运输。什么？这才4天，图纸都没发给我们看过就搞完了？他们别是就做了几个样品吧？不是样品，领导请看照片。好东西，让运输机立刻飞抵秦川。明天一早我就要看到这些装备，他们生产了多少？各生产了1万件。陆胜维说，如果还需要，可以继续扩产。他们哪来这么多生产线？一面要保钢管供应，一面还要生产这个。我也好奇，就多问了马厂长一句。他说，巨龙钢铁的钢管和煤气罐生产线已经全线转产这3件套了。全线转移，这可是亏大了。回家纾难，这格局，难怪海军那帮老家伙那么欣赏他。陆董事长，
我们领导说了，日后巨龙钢铁要是遇上麻烦，您可以用红色座机拨打这个电话。替我谢谢领导，另外也请转告领导，单兵装备这事儿已经有眉目了。感谢兄弟们捧场啊，也感谢陆董大气，有好事儿想着咱们。七哥客气了，是您亲自投喂。李泽武，你疯了吗？居然通过了龙猫农用车的补贴审核，他们2万的定价，摆明了是赔本赚吆喝，冲着我们来的。哥，你也太高看那个陆胜维了吧？一个毛头小子，他造的垃圾车，咱们有必要怕吗？垃圾，话说多了，你自己都信了。人家凭一己之力把濒临倒闭的厂子盘活到10几亿产值，你管这叫毛头小？还是小陆本事大，工商局居然把体育馆免费借给我们用，这地方够敞亮。王厂长，布展公司下午就到，保证3天内完工。各大媒体的宣传造势也已经开始了。好啊！不过反响不算太好，毕竟农用车开新车发布会还是头一遭，很多人都等着看笑话。陆董飘不飘我不知道啊，但改进款农用车售价2万，这事儿保真。性能版是有的，但具体参数我没拿到。大家别急，发布会也没几天了，到时候我给大家直播。入场券啊，我问问陆董，新车发布会入场券能送我几张吗？粉丝们想要。没问题，给你10张。谢谢陆董，家人们听到了吗？10张票啊！现在直播间抽奖，还是白小姐点子多，用抽奖来拉人气。董事长，发布会现场票已经送出去7成，剩下的发给咱们工友怎么样？行，自己人多点热闹。对了，李氏集团那边有动静吗？李泽文全被接管，我听说李泽武被解雇了。有，他们刚刚宣布，李氏贴牌农机售价降低至1.9万，而且也享受农机补贴。购买农机的客户买化肥还能打95折。这是要跟我们打价格战吗？陆董，咱们要不要制定些反制措施？不用，专心准备发布会，其他的不用理。巨龙钢铁与李氏集团的商战一触即发，而千里之外的龙夏边陲，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彻底打乱了边境的宁静。领导，白象的人越近了，我们的人只有警棍和防爆盾，对方手里都拿着钢棍，揍他娘的！可是装备，把巨龙钢铁送来的装备用上。第1梯队多功能铁锹，第2梯队狼牙棒，第3梯队把大关刀给我开刃备好，哪个3个不长眼敢往前冲，就给我照着他们的脑袋开瓢。是，看看这玩意儿，单面开刃，牛逼！哎，听说第2队用的是狼牙棒，不知道头铁的3哥能扛几下？注意，对面开始渡河了！我操他祖宗！同志们，保卫祖国的时候到了！冲啊！他们怎么冲过来了？指挥官不是说他们很克制吗？跑！快跑啊！给我狠狠的操！操死了算我的！咱们最开始啊吃了没防备的亏，但后来从装备上弥补上了。你们看看这个，都别瞎猜了。过2天大家记得到我直播间看巨龙钢铁的新农机发布会，帮我捧捧场。喂，小陆，你们家的东西不错，派上大用场了。能帮上忙就好。不过我怎么只看到铁锹上阵，大关刀和狼牙棒是不好用吗？怎么会呀？那玩意儿一上，还不活劈了那些杂碎。事态没那么紧张，多功能铁锹足够了。那就好。小陆啊，西部战区商量了一下，想给你们巨龙钢铁加挂一个陆军友好协作单位的牌子，你看怎么样？领导，我们也就生产了1批冷兵器，加挂这个牌子是不是过了点儿？不过您放心，无人机攻击方案的事，我们保证按时完成。周存，进来一下。董事长，你叔叔以后怕是不能再姓周了。啊？这话什么意思？和刚才的电话有关？嗨，开个玩笑。发布会的事都检查好了吗？一定要万无一失。您放心，都安排好了。巨龙钢管和无人机结合，要兼顾火力和便携性。有了。
蜂群攻击型无人机已选中，单机自重700克，可携带4枚500克惯性制导炸弹，或充当自杀式无人机，最大攻击范围32公里，每个发射筒可装载3架，兑换价格1200万。兑换。马叔，正好找你。董事长，咱们的巨龙钢管和煤气罐销量太好了，我想着再扩大几条生产线。订单都是民用的吗？您知道的，民用哪有这么大的量，一来就是几万根。马叔，钢管的生产先停一停吧，咱们不是搞军火的，上次陈光也提醒过，这事干不长久，动不动就被限制产能，这种日子我过够了。小陆，咱们现在有海军和陆军支持，跟他们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这都是工友们的心血啊。马叔，恃宠而骄不是咱们巨龙钢铁的风格，有些钱烫手，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唉，巨龙钢铁是你救活的，你说吧，咱们接下来怎么做？马叔，你看这个，扩大生产线变成改造生产线，东西你都熟悉，还是无人机和钢管。蜂群攻击无人机，你最近都在琢磨这个，工艺确实比巨龙钢管复杂不少。对，军用和民用要分开，再扩增一条民用无人机生产线。蜂群无人机一旦成型，西部战区肯定会大量采购，现有生产线绝对不够。好，我就去安排。巨龙钢铁会越来越好，你放心。老头子喽，思想跟不上了。对了，之前周局答应咱们扩建厂房的事儿，自贵局批下来了，东扩300亩。太好了，这事你盯紧，钱不是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明天了。李氏集团那边没再闹什么幺蛾子吧？除了之前降价销售外，再没别的动作。小陆，这可不像李家老大的性格，咱们还是多防备着点。马厂长放心，我们准备了200多保安，市巡警局也派人来盯着。马叔说的对，明天活动全场无人机24小时监控，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粉丝们，看到舞台上那几块红布了吗？下面盖着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新款龙猫农用车。看到台上那个年轻人了吗？那就是陆慎维，陆董。各位朋友，现在由我向大家隆重介绍巨龙钢铁的拳头产品——新款龙猫农用车，新一代龙猫02型改进款，配备有我们巨龙钢铁自研的流光防锈技术，我们保证10年防锈。提前声明，我没内幕消息，但从巨龙钢铁以往的风格看，大概率是真的。10年防锈做不到怎么办？这个先不提，敢喊出这个口号的，就是龙夏好企业。大家别总揪着过去不放嘛，看发布会，看发布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全面升级了性能，满油30升，铺装路面可以跑400公里，最大时速100公里，后斗尺寸扩容到120厘米，整车全长4.2米，核定负重900公斤，配备1.5吨的汽油发动机，前后2排座椅，可坐4人。龙猫农用车02型改进款，最终售价1.98万，同时还可以享受1500块的农机补贴。虽然我们生产的是农机车，但外观造型绝不输给家用的越野车。总裁，陆慎维如果说的是真的，我们的农机根本比不过他们。不用慌，那些花哨的功能对泥腿子们根本没用。现在放出消息，李氏农机售价直降3000。是。打价格战，我李家还没怕过谁。刚收到消息，李氏集团的农机决定降价销售了，这是要正面硬刚啊！大家最关心的上牌问题。新款龙猫农用车使用 CC 驾照 ，C1 也能开，秦川市区可以正常通行。这车型太硬朗了，如果不说是农用车，我还以为是福特的小烈马呢。下面我将隆重介绍，除流光防锈外，新款龙命强大的4轮驱动技术龙辇。
别吃惊，还有惊喜！新款龙猫全系统配备龙辇驱动技术，能够实现全时自动、泥地脱困。特殊路况下，哪怕是2轮悬空，我们也能开。兄弟们，我已经麻了，巨龙钢铁这是要杀疯了！开胃菜过后，现在继续由我隆重介绍本次发布会的重磅产品——龙猫农用车03型进阶性能版。性能版全车配备主动刹车系统以及主副后排共8个安全气囊、冷暖空调、全景天窗，车顶凹槽更放置有巡航版龙鹰无人机，随时可观察远处路况。性能款最大时速140公里。我们还特制了副油箱，满油状态续航能力提升到800公里。如果李氏集团没有后手，青川的农机市场从明天起就要兴隆了。不只是农机，小心皮卡市场也得被他挤占。陆慎维，这是要化龙了。一旦龙猫农用车打开市场，巨龙钢铁必将跻身秦川前10的大企业。局长，还是您眼光毒辣，巨龙钢铁的成功有您一半功劳啊！这不就是全尺寸缩水但配置暴增的小烈马吗？刚才听到很多车友在问价，我想说，龙下人不坑龙下人，什么8万、10万的，完全不符合我们巨龙钢铁经济、皮实、耐用的宗旨。干货已经扔完，我们性能款龙猫的最终售价是3.68万，绝对的良心。硬朗的车身，夸张的大灯，哪个男人不爱？兄弟们，不说了，跟我冲！总裁，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输了，输得很彻底。即便定价3.68万，每辆车依旧有500块利润。凭着质量和售价，李氏集团拿什么跟我们斗？陆董，发布会反响太好了，已经有不少人托我订车了。老王，咱们的农用车研发部总算活过来了。今天靠地，不整2杯？哎，2杯怎么够？最少2瓶。今天是咱们厂的大日子，接下来我们巨龙钢铁厂还准备了一场重头戏，请大家欣赏。周存，该你表演了。各位领导，蜂群攻击型无人机自重700克，可携带4枚500克惯性制导炸弹，也可充当自杀式无人机，满电最大飞行半径15公里，不考虑返程，攻击范围32公里。极端气温下性能如何？零下40度，能保持80%电能；极端燥热天气下，能满负荷运行20分钟。现在演示蜂群作战模式。单兵也能操作吧？操作简单，只要会玩手游都能操作。单兵最大可携带一个发射筒6架无人机。不错，不错。只是我们厂没有炸药使用资格，弹药不只能先控制。装药的问题我们解决。你这款无人机完全满足战局需要。售价方面，你想卖多少？只要能支援咱们龙夏国的国防建设，赔本买卖我们也干。你小子，我们是有纪律的，你按市场价来谈。行，只要上面需要，价格不是问题。好，龙夏有你们巨龙钢铁厂，真是国之幸甚呐！你陆慎维立了大功了，为龙夏服务，在此不辞。